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花花。现在是夜里的12点半，我们正在回烟台的路上了，要大概中午的时候才能到达。因为房子是村集体的，所以我们先来到了村委，把事先拟好的合同过了一遍。合同大概敲定后，书记又通知了其他部门的相关人员，一起去实地确认房子情况。准备，这个房子就可以开始动工了。我们得先找一个设计师设计一下。这个小房子的面积是120平，如果有当设计师的小伙伴的话，方便的话，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个建议。相比于去装修公司找完全陌生的设计师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人，我更放心一些。回到村里之后，我们又去看了2处院子。在海边的房子装修好之前，我们得有另外1处可以落脚的院子。这个房子在当地已经算是比较大的院子，虽然看起来有一点破旧，但是很温馨，很有小家的感觉。还能烧呢。这是一个炕，一个大土炕。这个反正只能有个床。现在要去第2处院子看一看。我们把白菜收到这个小夹道里来了。我找个小的，中午煮个面吃吧，随便吃一口。下午还好多活要干呢。行，拿进去之后，咱赶紧给拿塑料布盖上。也是哈。这是房东大爷的杂物间。我留了2个房东大爷的这种小凳，它有好多，这是赶海专门做的哟，放到屋里去别淋湿了。这白菜清甜的，昨天晚上用这个白菜炒菜，我以为放了糖呢，不知道是因为这边气候原因，还是有什么特殊的保存方式，真清甜的。客厅里的这个小柜子，我打算放到厨房里边去，可以当一个小碗柜。今天下午就争取把这个厨房全打扫干净，这些桌子啊、灶台啊，包括这些门窗啊什么的，全都擦干净。后期这个墙可以重新刷一遍漆哈。对。现在已经有些斑驳，有点显脏。后期刷漆就新了。对。这个桌子干净了，再把灶台擦过来。我还挺想用这个大锅做一次饭的，但是这边不好找柴火，不跟山里似的，随时能捡着。这是灶台旁边的一个小蓄水池。正好的一个空间，从这个上面洗菜啊。对。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屋做饭了。这个灯太暗了，下午的时候我们试着换了一个大灯泡，但是这个灯头不合适，改天换一个灯头，安个大灯泡，然后再把墙壁都刷上白漆，这个屋里就可以亮亮堂堂的了。我们这会儿过来是要去量一下我们这个小屋的尺寸。
早又要去村里办公室一趟。这里已经荒废了10几年，院内外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房顶有漏的地方，墙壁多处剥落，房间里的垃圾多到几乎看不出地面。风太大，出门前让他帮我拿了几个夹子，瞧吧，这就是人家带来的几个夹子。开工，先搞定垃圾最多的房间，订的板车还没到，准备了几个袋子运垃圾。他打扫屋里的同时，我开始收拾院子。看到满院子盘根错节、高大粗壮的树根植物，我有些担心拔不动，但还好没有想象中顽固。这一整院子的植物好像只是2大棵繁衍出来的，每一棵枝条都有几米长，落地遇土则生根，这是它们的老巢，在门口一左一右的盘踞，看着粗壮，但轻轻一扭就断了。这间小卧室终于打扫干净了，把垃圾统一归置，最后再一起运出去。这个工程量可不是一鼓作气就能完成的，累了就先歇会儿，喘口气儿，再继续上工。这个房间的垃圾不多，但墙上剥落下成堆的土。这2个窗口的风景我特别喜欢。夕阳着急下班，溜得越来越快，还好院里的草也终于完工了。院子里还有些细碎的垃圾和掉落的瓦片，清理走这些，下面是一层腐殖土。我们把土收集起来堆在了一角，留着将来种花。天边只剩落日的余晖，人累到有些麻木，但内心无比充实畅快。第2天开始清理垃圾山，板车还没到，多亏了这块塑料布和几个肥料袋子，已经记不清运了多少趟，总之是到了坐下就能睡着的程度。打起精神，喝口水，继续干活。几乎1人高的垃圾山终于在坚持和相互打气中被铲平了。院子里的活还没完，继续清理掉表面的碎垃圾，底下的黑土层留用。今天干了6个小时的体力活，累到瘫。第3天，订购的一棵小木槿树到了，还带着几朵盛开的小花。他用石块把黑土堆围了起来，院子里还剩1/3要清理。窗户附近的地面有很多碎玻璃片，一点一点的挑选出来，留下腐殖土层。这个房间是墙壁剥落下来的土，装了几大袋。终于完工了，看看3天的成果吧。大扫除完成，一起期待下一步的改变吧。买了把斧头和锤子，今天的任务是要把灶台、炕和隔断拆掉。20多年前的匠人是多么严谨可靠，灶台跟炕至今基本完好。砸掉很可惜，但我不太喜欢大柴火灶，一是这边没地方找柴火，二是烧柴会到处落灰。炕也不得不砸掉，首先是炕的位置不符合我们的设计规划，再者炕的大小也有些不太合适。想过难砸，但没想到这么难砸。水泥层厚且坚固，几锤下去都不一定能造成伤害。跟灶台比，这面隔断墙就轻松多了，但也只是相比较而言。
终于砸完了，接下来该这个房间了。这个屋里要砸的是这面隔断墙，还有这个已经坍塌了一多半的大炕。哇哦，看我们大黑发现了什么？一只大刺猬，好大一只！今天最顺利的工程就是这面隔断墙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个大炕和灶台还有前边屋里的小炕比起来，就好砸太多太多了。黑子来叫我们回家了，炕也终于拆完喽。回家前，他找了点软和的枯草，说要给小刺猬搭个窝。抡大锤项目暂告一段落，一起期待下一个改变吧。今天的任务是把之前砸掉的灶台、隔断和土炕的碎砖块清理出去。本来以为会比砸的过程要轻松很多，结果干了整整3天。干活前先来看看小刺猬，又高又光滑的墙壁，它竟然越狱到了另一侧。拆下来的完整的和半块的砖头码在院子里留用，其他碎渣清运出去。第2天，照例先来看看小刺猬。今天要把最难砸的土炕和灶台的最底下2层砖砸完，费了很大劲儿，但进展甚微，还是等接电后用电镐搞定吧。接下来该这个房间了。他在门口石阶上铺了块水泥板，这样板车就可以轻松出入了。依旧是砖头留用，规整些的石块也垒起来留着。第3天，照旧跟小刺猬打个招呼再干活。休息的间隙，发现小刺猬舒展开了身子，看到了它一股一股的小鼻子和眨了一下的小眼睛。好啦，看看3天的成果吧。垒起来的砖块和石块，再看看屋里。还有这个屋。收工，一起期待下一步的改变吧。今天要把房子外围的草拔掉，前几天来干活的时候，每次都顺手拔了点儿，原本是这个样子的。干蒿子杆只剩这几根，其他的已经拔完了。这个才是最难拔的，又粗又长的根在地下盘根错节，硬拽会断，所以还是先刨一遍再收拾。这几天没干活，一直在多方打听装修队的事儿，房东大爷也在帮我们联系。然而村子里的施工队正在进行一个大工程，还有几个早就预约好的其他的活儿。房东大爷帮我们联系了装修队长，约好今天来现场看下情况。虽然实在抽不出时间接我们的小工程，但可以帮我们指导下物料、
费用以及施工方案。这位队长叔叔细细查看了房子情况，对每一项装修细节都给我们提了切实可行又省钱的建议。当我们表达了自己对某部分的装修想法，队长会提出几套方案，分析利弊。他详细告知了我们各项物料所需要的量以及费用，也估算了整个工程的大概造价。队长说，我们俩年轻人在外地不容易，不要一下花太多钱装修，日子还长，也许以后会想再改动或者完善，一步步来，以最少的钱装出好效果才是最好的。对于所用各项物料，房东大爷告诉我们说，由他来带我们去买，本地人买价格能够优惠一些。感动的同时仍然失落着，因为施工队的事情依然无法解决。房东大爷说再帮我们去邻村问问，在找到合适的装修队之前，我们可以继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把脱落的土墙面铲掉，比如揭掉房顶的老瓦片。队长说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架子，还告诉我们俩人接瓦该如何配合，又嘱咐我们专业部分不要冒险行动，比如砸窗。今天早点回家，回去思考下接下来的计划，明天见吧。今天的任务是要把房子外围的草清理干净。本想着拔草这种小活不到1天就能完成，结果竟然花了3天。虽然土壤板结严重，拔草既费力又容易断根，但总的来说地面上的草还好说，地面下的可真就是硬骨头了，全是芦苇的根，绵延不止，根根粗壮。第一天的成果只是房子前面一半的区域。第二天，房子前侧的另一半也完成了。第3天，终于全都拔完了，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家的感觉了。一起期待下一步的改变吧。这个房子是大概20年前修建的，墙体46厘米，中间是红砖和石块，两侧各1指厚的土泥层。今天的任务是要把屋内的墙皮铲掉，便于后期重新修补粉刷。由于年久失修，靠近地面的墙壁已经剥落，露出了里面的石头和松散挂着的土层。凡是松动的土都要刮干净。墙面中上部分基本完好，只需要铲掉墙皮。第一天完成了大部分，只剩高处。第二天带了把椅子，铲完高处又把屋里清扫干净。又完成了一项。
这间屋顶只需要修补漏洞处，瓦片不用换新。这间屋顶原是水泥瓦，需要全部换成一致的红瓦。这面面海的窗户要扩大，窗户旁边原来是烟囱，再考虑是否要在这个位置建个壁炉。墙壁部分先补泥，再粉刷，地面要找平，然后铺砖。这间屋子面海的墙壁上要开个窗子，屋顶的草帘要全部换新，门口也需要加宽。大门口的墙壁要再加高一些，一是挡风，二是增加私密性。师傅统计了所需物料及用量，明天运料，后天施工。我们的海边小屋啊，终于要开工喽！上午施工材料到了一部分，土、沙、瓦片、尾帘、水泥。下午我们去采购了2片木板、几根木方，因为现在没有门窗，所以要用这2块木板暂时做围挡。顺便又看了一下瓷砖、玻璃和门窗。在直连海滩的位置要放集成房屋，做餐厅和住房。因为担心风浪，所以底部要用钢架架高。刚才老板敦厚少言，但攀谈了一会儿之后，话渐渐多了起来，详细帮我们做了分析规划，处处透露着老师傅的专业和缜密。明天施工，水要在今天备好，因为井还没有挖，所以暂时只能在水塘里提水。工期确定好后的第2天就要开工，很多零碎的工具，有些想不到，有些也来不及准备。这个大蓝桶是村里书记帮我们借的，还嘱咐我们缺什么就告诉他。这是个充满人情味的村子，我们时常被帮助，常常被感动。明天就要开工了，真开心。早上7点半到这儿的时候，工人师傅们都已经开工了。今天是动工的第1天，一共有4个老师傅干活，都是本村的人，2个大工，2个小工。大工1天是240，小工1天是220。施工自上而下，先是屋顶的部分，这些换下来的水泥瓦看着完整，但年岁久了发脆，并不结实。这位有点驼背的大爷已经80多岁了，身体倍儿棒，每天都抽自己卷的旱烟。给师傅们买了几包水和烟，回来的时候尾帘就已经铺好了，帘子上抹层泥就可以铺新瓦了。昨天订的2张木板和几根木方也送过来了，木板是要暂时当成隔挡，挡住空着的大门和窗户。快中午的时候，房东大爷下班后赶了过来，带我们去找那口被掩埋的老甜水井的位置。这几天我们会找挖机来重新挖开。中午师傅们都回家吃饭了，我们俩得守在这里，看着工具和材料。屋子里的视野很好，空气也很好，外边大热的天儿，屋里小风嗖嗖的，特别凉快。建材老板又送来了一些瓦片。卸完瓦，我们又去池塘打水，把水桶重新加满。下午这间小屋子的瓦很快就全部换完了，铺完瓦，师傅们又清扫了现场。今天就这样收工了，明天见喽。今天的活有点多，让我捋捋都干了些啥。昨天小房屋顶的瓦全部换完了，今天在修大房的瓦。队长说这些是老淄博瓦，厚实坚固又不渗水，没必要全部换新，只需要把坏掉的换掉就可以了。
房后这片地的主人前几天种了几行红薯，这里的红薯啊、西红柿啊、草莓呀、西瓜还有网纹瓜都很好吃。墙角要打个洞，因为今天要开始拉电线了。去五金店买了根线管，回来又顺道打了些水。有一个师傅已经开始修整门窗了，这个时候电工也来了。师傅突然叫我们过去，担心地说窗户上方的梁有问题。如果是石头梁，那会比较棘手，但倒开泥层一看，原来是木头梁，这就好解决了，虚惊一场。我们拉的电线是4股的，3火1零，线是这样的粗细。原来的窗梁是木头的，需要准备铁丝网，先包一层网才能挂得住水泥。就为了这张网，我们跑了好多个五金店，要么是没得卖，要么就是网孔太大不合适。好不容易找到个网孔稍小点的吧，师傅说还是不行，我们就又去了更远的地方寻找，好歹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又去买了根过木，这个过木是要当成新凿的窗户的梁。回来的时候，这扇窗户竟然已经凿开这么大个洞了，太开心了！这扇窗的风景也好美啊！一天的奔波劳累，这会儿全都消失了。这个窗真的好喜欢。大屋面海的窗户也正在扩凿，但是由于原来的石头梁的尺寸的限制，两侧只能各扩20厘米，但似乎也可以了。看看今天的工程进度吧。小屋面海的墙壁凿好了窗，大屋面海的窗户已经扩大，电线、电箱也都已经装好，大屋坏的瓦片也已经修补好，还不错，进展蛮大的一天。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吃饭，也没时间睡觉，脑子跟精力都有点不够用。简单说说今天的工程进度吧。这个小房子已经荒废20多年了，2个房间里的横梁都被附近人锯走当柴火烧了。目前只有2根铁丝绑在三角梁的两头，我们跟施工队长商讨了补救方案，打算用钢筋代替铁丝。我们不打算吊顶，想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一层保温板，然后铺芦苇帘，露出原来的木梁，尽量保持原本的原木风的三角顶。今天工人师傅们主攻一项，修整门窗的框。由于原来的窗户是木梁，所以要先钉一层铁丝网才能挂得住泥浆。看海边的房子墙壁有多厚，都快到我胳膊肘了，40多厘米厚。这个房子的每扇窗我都很喜欢，今天就详细带大家瞧瞧我们的窗户吧。左侧较矮的屋子有4扇窗，1扇面海，2扇朝向院内。朝向院内的靠近大门的这扇窗可以通过大门看到大海，最后一扇窗可以看到绿油油的麦田。右侧较高的屋子也是4扇窗，1扇面海，2扇朝院内，最后一扇可以看到远山、大海、麦田，还有淡黄色的小屋。这会儿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了，其实我已经特别困了，但是还有好多事儿要办，工程进度不等人啊，坚持。晚安了大家。早上好呀，新的一天开始喽。
大屋面海的窗户下面要做个地台，底部围上一圈灯带，台上放桌椅，上面再垂一盏灯，坐在窗户边喝着茶看着海，这是我一直期待着的事儿。我们找了4个瓦匠师傅，2大工2小工，一组师傅砌地台，另外一组师傅在修补墙面。大屋的泥墙有的脱落的凹进去一大块，还有些钉过东西的孔洞，这些都要补上。小屋的墙面基本完好，但上半部分很不平整，得需要重新找平。这俩大池子好多人好奇，这个院呢以前住的是养蛤蜊的老板，这俩池子是个小养殖池，这个地方要砸掉改成淋浴间。我们根据室内的布局标了下电线线路，线槽要赶紧开好，后续有很多活都得用到电。去镇上买了把梯子和电箱，这家的店老板每次都笑眯眯乐呵呵的，说话也温吞吞的，我们俩都喜欢到他这儿来采购。回来的路上买到了包子，是野菜馅的，最近常常到晚上才有时间吃饭，中午有包子吃，感觉特幸福。沙子和土不够了，又让人送了一车过来。整个工程最费时的是窗户，框架好说，但制作玻璃很慢，最快也要10到15天。前2天抹的水泥已经干了，于是我们赶紧联系了门窗老板来测量窗户尺寸。1天的时间又长又短的，从早忙到晚，可是好像又没干完多少事儿。哎，明天继续吧。今天的活不多，但是很出效果。昨天地台的边儿已经砌好了，今天要做防潮，就是在表面铺几层塑料布。这小卷塑料布是施工的一位师傅从家拿来送给我们的，说家里正好剩一点，够我们用。瞧这2位老师傅举着一根塑料水管在微微的上下移动，管里是有水的，这是在找平，很神奇吧？做好防潮之后呢，先上粗泥浆，晾干了之后再抹细浆。院子内外的墙壁也都要重新找平抹水泥。院门口对面的这面墙已经抹完了。师傅忙的那会儿我不知道在干啥，没拍到过程，补发一张没抹之前的照片吧。现在在抹的是小屋院内的墙，我们俩赶紧把堆在院角的旧砖块、石头块还有土挪到外边，这些是想留着垒院子外边的花坛用的。这个坐在3轮车上的大爷特别热心肠，他是一位退休的老装修队长，这几天每天都会过来待很久，帮我们出谋划策。之前房东大爷带我们看过这个房子旁边的一口老甜水井，但是时间太久了，具体位置不敢确定。这个大爷说他也知道那口井，急匆匆带着我们过去指认位置，似乎就是这儿了。总结下今天的进展，地台完成了，院门口对面的墙壁抹完了，小屋一半的墙壁也抹完了，平平整整的墙壁有那么点感觉了，继续加油。
装修到现在出了点小插曲，一大早师傅就冲我们喊：“沙子少了一些，大锤和撬棍也不见了。”还好师傅提着的这个白工具包藏在了油桶里边，要不然也悬了。这些脚印儿应该就是那个人的。沙堆原本是个小圆包，明显被铲去了一片。师傅说大家都大意了，说我们该有个人时刻在这儿看着。虽然这里民风不错，但到处总有那么几个特别的人。被顺走的工具我们给师傅补了钱。其实想想今天这事儿也未必是坏事儿，以不大的代价换起警戒心，避免了将来更大的损失。我们跟房东大爷打听过木头，大爷说他知道有家有红松木，红松木耐腐蚀性很强，而且不容易变形，用个20-30年没有问题。瞧这板子多厚！院子的大门我们打算做成木头门，就用这个木头。这家门前有棵樱桃树，宝石一样的小樱桃特别甜，皮儿也特别薄，摘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碾破。你尝一个，皮儿特别薄，是吧？小屋院内的墙已经抹完了，师傅已经在修整大门的墙了。这面墙以及拱门的上方都要加高1砖厚的高度，防风也增加私密性。地台已经完全干了，受原本房体结构的限制，窗户只能扩到这么大。窗户离地比较高，如果不加高这一节，想要坐在窗户边看海，那就得伸着脖子。下午有潮可以赶海，抓了点小玩意儿。这是刚脱了壳的，还软乎乎的呢。看，赶海的人已经陆续来了。看远处的灯光，夜晚的大海也并不孤单。回到工地，师傅已经把大门墙的第1遍水泥抹完了，抹上第2遍细浆之后，墙面看起来整洁多了。木工师傅今天也进场了，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就是房梁。由于常年没有人居住，原本的横梁被人锯走当柴烧了，就简单绑了一根铁丝代替。现有的结构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更换成木横梁，师傅加了钢筋固定，拆除了原本单薄的铁丝。横梁并不是从根儿锯断的，都剩下了一点头，很影响美观，于是让师傅把剩下的这一小节也锯掉了。除了横梁，还有2个3角支撑的木梁也完全没有了。我们去采购了几根松木，切割之后重新安装上去。有个说法，不知道是当地特色还是行业常态，说是木工比电工布线布得更好。既然如此，那我们的布线就麻烦木工师傅吧。师傅让人送来了几块木板，切割成条，盖在了刚才锯掉的木梁的头那里。一是美观，挡住瑕疵；二是便于后期，万一需要更改线路。我本来是不喜欢屋里太过复杂的，但是师傅的专业度让我屈服了。
炫一下今天的大海，明天见喽！前几天订的瓷砖到了，吓一大跳，以为是这一堆，其实是这一小坨。这是小屋的瓷砖，这一堆也是，这个是大屋的瓷砖。就这么2小堆瓷砖，老板说有1吨重，我们得分2次拉回家。碎了2块，还好最终也就只碎了这2块。我来。我们的小院里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体力活是真累人啊！吃点东西歇一会儿。今天的午饭是粽子。这个小粽子虽然有粽子皮儿裹着，但它其实是即食的，水晶冰皮儿的可爱的小粽子。一共8个小粽子，有6种味道。下手抓了哈，我要这个竹香抹茶味的。那我要这个。清清爽爽的，是我喜欢的味儿。看看我这个，跟普通的粽子相比，你觉不觉得这种抠弹抠弹的冰皮小粽子跟海边很搭呀？不是个浪漫很大。吃个粽子你还会土味情话了？那必须的。交换一口。你这是紫薯的哈。吃点饭继续干活。旁边屋里的房梁要打磨一下。房顶我们不打算做吊顶，保持原有的风格，但会加强保温，再铺一层尾帘，露出原有的木梁。打磨一下是要好看一点吧？好啦，下期见喽！今天阴天，但是大海看起来有种别样的壮阔。大屋的电线已经拉好了，木工师傅跟我们商讨了小屋电线的设置，定好位置就开始挖槽。这位大爷还记得吗？例行每天监工来了。另一位木工师傅在修补大屋的房梁，之前丢失的3角支撑梁要用松木重新补上。今天是这儿的集，趁师傅们还没下班，赶紧去集上买点吃的。中午师傅们回家之后，我们俩也得在工地守着。你就不放太多了啊。啊。先是。啊，什么号啊？小屋面海的窗子下面要定制一个电炕，师傅拿出色卡让我们筛选，很快就送来了对应色号的木板。大爷把他们家用的凹进去一大块的菜板拿过来了，让木工师傅给刨了刨。
垫炕是他的主意，我本来是没抱期待的，但是做好之后意外的很喜欢。冬天刺骨的寒风里，坐在热乎乎的垫炕上喝茶聊天，真是再惬意不过了。我们终于要挖井啦！村里施工队讲不得效率，约工人或者是约大机械，可能要排队等好久。好几位大爷都说过，在我们房子旁边的沟坡上有一口老甜水井，但是因为好多年没有用，全都被土啊、石头啊、杂草啊的给覆盖了，只能凭记忆找到个大概的位置。挖了一处没有，又挖了一处没有，再挖还是没有。在几个人的翘首期盼中，继续挖呀挖呀挖，10米内的沟坡全都翻了个遍，仍然没有找到那口老井。那怎么办呢？那得重新挖一口呗。这个穿迷彩服的大爷扶走过村里5任书记，70多岁仍然精神矍铄。他按着不远处的龙王庙旁边的一口老甜水井的水脉位置指了一处地方，就让挖机开始挖。水应该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吧？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会这么想？其实啊，还真不一定。挖到大概3米多深的时候，石头壁里渗出了水，水是在2种不同走势的石头缝里流出来的，继续向周围扩了扩。哇哦，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而且还很清澈。所以啊，看吧，这一眼水就不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而是一条横向的水脉。出水之后就联系了垒井的师傅，然而井依然需要扩大，不断扩大。这里边的知识跟讲究我不太懂，反正这几位老师傅都是专业的，听人家指挥就是了。大雨中继续挖呀挖呀挖。房顶上每天都会数次飞来喜鹊，也许我们这儿真是个祥瑞的好地方。这2天开始，有几只流浪狗到这边来玩，在房子前面的沙滩上睡觉休息。终于又进一步了，推土机运了些石头块，再由挖掘机慢慢的倒入井底，就这样一直铺石头铺石头。师傅下班之后，我们终于有机会下去瞧了一眼，这块石头下盖着的就是流出的井口。第3天，没错，本来以为挖井会很快很简单，但其实并不容易。已经是第3天的早晨了，师傅用一根长木棍测量水深，一夜的功夫积了1.6米深的水，隔了大概2个小时再测。下一个阶段埋水管，将来会在这根直径40厘米的水泥管里放入潜水泵，再在院子里放一个储水罐。储水罐内的水用完之后，水泵会自动抽水，水的问题就解决了。挖完井之后，又把旁边的路拓宽了一下，沟内也平整了平整，井口暂时用袋子罩住，之后要做个盖子。哎呀，松了一口气呀！现在水电都有了，工程又进了一步，真好。趁着约到了挖掘机，继续挖呀挖呀挖。这次可真的是个大工程，得分几次才能完成。海岸线被大浪和台风经年冲刷，坑坑洼洼很不平整。我们要把岸边整理齐整，再用巨大的石块垒起防护坝，防止再次被冲刷。今天先要把沙滩上裸露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挖出来，用这些石块把岸边找齐，垒出雏形。
这片沙滩原来的时候是非常好的，绵延很远，沙层又厚又细腻。夏天的时候，人们在大海里游泳，在沙滩上打滚儿。但是自从不远处建了渔港，很长的堤坝挡住了原本循环涌动的沙，大气的海岸现在已经是小家碧玉了。左上方就是我们的院子，这里是被海浪冲刷出来的斜坡，之后要顺着沼齐的岸边把坡给填平，这边紧接着就是沙滩和大海。之后要再多运些细沙铺在海滩上，这些零碎的垃圾也要全部清理干净。右边的这片大石堆不会改动，这里有极佳的观海视角，之后要在上面放上房车，可以看到远处的小岛、小船，由远及近翻滚而来的浪花，还可以感受到大海浪拍击礁石的震撼。房子旁边这堆石头终于可以清走了，一直都碍眼，心里可算是敞亮了。瓦工师傅这几天不在，我们先干点自己能干的，用之前剩下的材料做了个筛网，筛点细沙。小屋完工，再来大屋。大屋的墙里头全都是石块，当初开剑槽费了不少劲儿。削掉多余的泡沫胶，滋一遍水，直接上手呼。这些坑实在是太大了，用手比用工具要更快。看看刚刚放晴的傍晚的宜村吧，下期见喽！之前把房梁用角磨机打磨了一遍，露出了干净的原木色。现在要在船子之间铺一层保温板，加强屋子的保暖性。保温板的外面会再铺一层这样的尾帘儿。
之前订的装修材料这几天陆续到了，这是保温板，要嵌到房梁之间，加强屋子的保温。卫生间的瓷砖也到了，刚一到，老板就告诉我们说碎了一包，果真一眼就看到一片碎的。这个是地面砖，这个是墙面砖。这一包有坏的，这包也有坏的，又有坏了的，这包可真是碎碎的了。每包瓷砖都仔细检查了一遍，一共破了13块。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丢了些施工材料吗？早就想安监控了，但是才拉好电线，现在终于可以安了。放到这块可以吗？行，院子里边跟外边这样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还没安网线，还好这个监控有线无线都能连接。这下院子里里外外，从房顶到地面尽在掌控了。小飞虫都能看得很清楚。以后院子周围再有陌生的人或者车，监控就会报警。再有心怀叵测的人，怎么也得忌惮3分吧。到时候我得设置一个监控区域，到房子前边多少米之内有人闯过来的话，就是报警。咱们给家里也多订几个吧。行啊，正好过几天父亲节了，就当给家里的礼物之一吧，又能防盗，还能防火，还是很必要的。今天有人过来问，说听说这里有沙子，问这堆沙子是不是村里的。在得知是我们个人的后，尽管对方拒绝，我们还是送了他几桶沙子，因为这个人非常有礼貌，光明磊落而且礼貌的人值得友善对待。门口院墙外的这堆水泥瓦，本想着是可能用得上，就没舍得丢，但是目前想想还真没啥用得到的地方，并且之后墙面还得抹平刷漆，会妨碍施工，所以还是全都给搬走吧。终于全都搬完了，下期见喽！大家好，好久没有跟大家这样打招呼了，因为这几天瓦工师傅们不在，才有机会节奏慢得下来，要不然还没空这么慢悠悠说话。大门还没有做好，现在暂时我们都是用这个挡着的。能看出来。大家不要见笑啊！我最近这几天全穿这一件衣服了，现在没有能穿干净的时候。这几天我们干了点啥呢？抹墙来着。我看到有好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墙面要抹起来，不能够保持它原本这样石头墙面的样子？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墙，但是问题是啥呢？它并不是说整个房子的外观都是这样的。你看，它除了这个，还有这样的，这种水泥砖，然后还有房子那边就是沙子抹起来，整个外墙面全是这样，一点这个一点那个，像补丁一样。然后这几天我们干的是啥呢？这边的墙呢，原本也是过来往这儿走。跟那边一样，全是一些石头缝缝，然后呢，我们就用水泥，还有一些这个土拌着沙子，把缝子全给它填一下。这样简单的填一下之后呢，这个墙面还要用水泥细沙再给它抹平，不然的话很不好看。这里是我们抹起来的，原本这里全是缝子，包括背面也是。现在已经看不出啥了，要不就应该早拍一个。之前的时候这儿真是大缝子，整面墙全是缝子。现在大概的都给抹起来了。之后呢，这里还要再用细沙给它再抹一遍，让它很平整。如果全是石头墙面，其实也很好看啊，对吧？对。可惜它不是，我也非常遗憾。抽烟。去大去。
哎呦，快完成了呀！累不？不累，渴了。中午吃咸了。不行。俺买的地是自上。哎，你看差那么高呢。之前补完了外墙的墙缝，今天开始要抹平了。一直很期待这个环节，因为平整的墙壁再刷上漆就会焕然一新。原来的墙壁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加工之后是这样的。这面墙是我们抹的第3天，即将完工。我现在抹墙已经有一点点得心应手的感觉了，但我始终不习惯使这个拖板啥的，还是直接上手比较快。讲几个我学到的小经验。首先就这个泥不能太稠，稀乎的才比较好抹，抹出来还匀。抹墙角的时候，为了让这个角更垂直，就放一块木板给它比量着。要想抹的面宽一些，就这个泥在板上铺的长一些，然后往上这样一走，一片就可以了。尽量不要一小块一小块的抹，那样会有很多连接的痕迹，不好修。
本还算平整哈。对，我们俩还是比较满意的。第一次抹成这样不错了，还剩一点点会有抹这边吧。这面墙又得抹个2、3天，但是最近这几天不一定有时间抹了。这2天挖工就要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把之前磨好的这面墙浇一遍水，这样更结实耐用。今天要开始抹背面这面墙了，这又是个大工程。抹之前先浇一遍水。今天早上一来，发现好多地的麦子都割了，我们后面这片也割了。过墙能轻松一点了。我昨天为了给我的这些麦子，这里面加个拉链，别再掉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上工开工。还是把昨天磨好这片地方再浇一遍。过来了。别看。不下了，继续干。今天我们房后这片地的主人是一个大爷，过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从房子这块开始，一直到这块这么宽，然后到头这一片都让我们种，说让我们种点菜吃，然后也不收费。大爷人特别好。刚才雨下的又急又大，我生怕把我刚磨好的这片给摊下来，还好没有，吓一大跳。这片地大爷说等到秋天的时候，或者秋天的时候播。哎，是秋天的时候吧？可以种点大白菜呀、大萝卜呀，还有红萝卜啥的。但等
等到9月份的时候，这片地就换主人了。不过本来我们就想种下来，等换主人之后，我们也要跟人家谈一下，把这片地种下来，种一大片地的菜，然后前边就种兰花，前面是花园，后面是菜园。工人们明天就要回来了，今天他们先过来把架子支好，明天一早过来就开始换大房的瓦。原本队长说还能再撑个3、5年，简单修一修，不用换新的。但是前几天下雨的时候，发现屋顶漏雨，所以还是得换掉。建材老板过来估算了一下需要的材料数量，送来了土、草帘子、瓦片儿。为了效果更好，这次我们屋脊瓦特意选了琉璃的，又要了2个装饰用的翘角。换瓦需要用大量的水来和泥，今天就要先把泥土用水泡上，这下挖的井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咱们这个井从底儿到井口的话，应该6米多一点儿，水深应该得2米多，水印在这儿呢。好，来水了，来水了。你看我拿过来一个什么？哇，我的天哪！海鸥！死掉了。这么大只，但是我感觉连1斤都没有，特别特别轻。它的脚掌像小鸭子一样，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海鸥。闭上眼睛。先别提，坐啊！看好了啊！啊，完了，这头大了，以后上面都没有。这是慢着啊！这是慢着，快插水，不是？哎呀，哎，我试了，我先口口来。那个
哇，架上。今天要给小屋铺瓷砖了，师傅说瓷砖跟红砖一样，都得泡一泡才能用。今天才知道瓷砖的背面是有指示箭头的，贴砖的时候要按照箭头的方向来贴。最近正是收麦子的时候，4位瓦工师傅今天只来了2位，到了下午就只剩1个能来，大家都在忙着收麦子，我们俩就自己上阵当小工。钉瓷砖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房间面积除以单片瓷砖的面积，又另外多买了几块以防损耗，但没想到最终还是少了几块。师傅说不能用面积算，因为还涉及到边角的切割。前几天换下的这堆旧瓦要留着气化痰，明天要安窗户，这些瓦片碍事儿，先都给运出去。
贴完瓷砖要把大门口的地面找平，用水泥再抹起来，要用到小石子儿。我们去海边捡了一些，省了一点点材料费。这个门座又矮了5公分。趁天黑之前，把房后这块大爷送给我们的地收拾了收拾，等有时间赶紧把菜给种上。其实割完麦子之后，地里会剩下很多麦穗儿。我小时候还有人专门捡，现在已经没人捡了，挺浪费的，很多麦穗儿。忙忙叨叨的2天虽然很慢，但是一切也都在慢慢改变着。在网上搜了些木质的酒柜，但看到很多评论都说板子太薄，承重不够。我泡了好多很大瓶的果酒，保险起见，还是找木工定制一个吧。板材的颜色没有完全符合心意的，不过没有关系，后期再刷漆吧。32.5。酒柜还是很满意的，可以开始刷成自己喜欢的颜色了。我们选的是环保油漆，味道很小，干的也很快，刷个3-4遍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了。漆的颜色是巧克力棕，跟地板的颜色很协调，而且也更显质感。来看看前后的对比吧。又是满意的一天呢，下期见啦！小屋的墙才磨好没多久，师傅说门太矮了，建议把上面凿开一截，把门加高。其实我们在最初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师傅说这个房体结构门没有办法再加高了。虽然要返工，但是既然能够加高，那当然还是好的。现在的门高是172，男士一般都得低头才能进出。师傅说可以增高到185，这个高度我还是满意的。最近高强度的干活，再加上睡眠不足，有点扛不住了，头又疼又晕，于是休息了半天，使劲酝酿了半天也没睡着觉，总是觉得还有好多事儿要做。下午过来的时候惊喜了一小下，师傅已经把院子正面的墙抹完了，门窗也都安上了。说实话，这个窗户啊，我真是不太喜欢，好小啊！受限于房体的结构，本来就没有办法扩太大，再加上边框玻璃部分就更小了。原本我是想做木头窗户的，但是海边太潮，木头很容易变形。也许等到把墙全都刷完漆之后，窗户也能看起来好看一点，现在可真是没啥感觉。窗台上需要铺一块窗台石，应该是一块大理石或者是仿大理石的材料，但是我们窗台的尺寸太大了，需要定制。门窗的老板建议我们用瓷砖，做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省时又省钱。院里边这半边墙壁上边需要做一个小檐儿，跟左边的檐儿一致，做完之后就是协调，好看了很多。这2天的进展还算不错，希望以后能继续保持这个施工速度。小屋的保温板是我们俩自己贴的，就2个不专业的人来说，效果我们俩自己是满意的。这2天木工有空，大屋的板还是交给木工来贴，人家又专业，速度又快。
原来的船子粗细不一，这样贴出来的板就会高低不平。师傅重新加了木方罩平，这样贴出来的板就是平平整整的了。5月11号改造到现在，进展实在是缓慢，但又实在是找不到人手。村里的工程多，好多小活根本都排不上队。我们找到这几位瓦工和木工师傅，是几个地方来回跑，哪家的活比较急，可能上午还在这儿，下午就跑去活急的那家了。我们俩都想快点完工，但是干着急，实在没有办法。又订了些沙子、水泥、红砖啥的，可以开始垒卫生间的墙了。砌墙应该是瓦工最基础的手艺了吧？跟其他活比，这个活的速度真的是快得多。原来的老土墙要把表面的土层全部铲掉，再抹砂浆，先等它晾干，之后就可以贴瓷砖了。窗台石的板材，老板推荐我们用瓷砖，效果不输大理石，又便宜又不用定制，做出来的效果也还不错。虽然没有柴火灶，但是这个烟囱我们也没舍得拆，就留着装饰也挺好看的。买了根特厚实的陶瓷烟囱管，再把上头的口封住，就不用担心进雨水了。继续期待下一步的进展吧。去建材城看了看木材，准备做院子的大门。海边的风大，湿度也很大，一般的铁门啊、铝门啊、木门啊都扛不住。最终我们选了红松木，是在本村的村民家买的，人家20年前盖自家楼房剩下的。这种木材密度高，不容易变形，现在在这边已经几乎买不到了。我们选的这几块板特别厚实，即便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再用个20-30年也完全没有问题。这套纯铜的门环和门栓我早早就买下了，一直期待装上后的效果。现在这块原木的板子颜色跟它有点不搭，之后门还要打磨抛光，再刷漆，再涂木蜡油，到那个时候应该就顺眼多了。这几天锯木头剩下了一些边角料，细的木条可以留着搭蔬菜架子，粗的木方之后还能用得上，这些小的块啊、小木条啊，可以送给人家烧柴火。锯末可是个好东西，全部收起来之后留着种花使。那是。石鼓终于到了，10天才收到，这也是我挺期待的2个小东西。这是要放到大门口的，一边一个，纯石头雕刻的，巨重巨重。餐厅的瓷砖也到了，这个叔叔是邻村的退休老船长，时常过来跟我们聊天，看到我们搬瓷砖，急急忙忙跑过来帮忙抬。
卫生间和大屋的瓷砖也都从家搬了过来，这2天就要开始铺了。忙的时候虽然很累，但是也很开心，能看到工程进度是最畅快、最欣慰的了。今天水管工人入场了，墙壁掏个洞，把外边的井水引到储水罐里来。北方的冬天，室外的水会结冰，所以储水罐会放在室内。罐内的水下降到一定水位，井里的潜水泵会自动抽水蓄水。水管横穿路面，这条路有时候会过大车，为了防止把软水管压扁，在软水管的外边又套上了一个铁管。这个角落就是放储水罐的地方，为了防止反潮，原来的土墙层要砸掉，抹成砂浆。这个屋还是老地方。大屋已经在贴瓷砖了，这个颜色很大海，老是觉得有点龙宫的感觉。这几天每天都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刚才还下着雨呢，这会儿乌云就又散去了，海和天都又蓝了。前几天挖了道沟埋水管，为了防止过往大车把管子压坏，就在管子外边套了根铁管，但这根粗水管没找到合适尺寸的铁管，所以就准备了几根特别厚实的烟囱管。卫生间已经开始贴瓷砖了。小屋的墙面重新刮了腻子，等腻子干透就可以开始喷漆了。
今天要吊顶啦！每天看着丑丑的房顶真的是很影响心情。房顶我们要保留原木风，所以选择用苇子帘来吊顶。先量一下2根房梁之间的长度，再把帘子裁剪到相应的尺寸。在靠近房梁的两侧和中间各钉一根木条，但是这个木条不能太厚哦，不然帘子就会突出，会降低室内的高度。第一条帘子挂好啦，比想象的要好，但是中间的木条隐隐约约能看出来，于是我们决定只钉两侧，不钉中间的木条了。看看最终的效果吧，我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最近很忙，但还是利用几天的碎片时间，紧赶慢赶地种上了10几种菜。撒完种子之后，才2、3天就发了芽。这是刚破土而出的豆角第1天、第2天、第3天、第4天。这个应该是豌豆尖儿，这好像是秋葵，这个认不出来了。这个可能是苋菜、生菜和白芸豆。这3行玉米也是我们的，每天都会长高一些。这几行种的是大爷剪下来的玉米苗，第1天刚种上的时候还蔫蔫的，第2天眼见着就缓过来一些了。买了棵杏树，种到院子的东南角，这里将来会是花园和菜地相接的地方。今天有大潮，赶海的人已经陆续过来了，明天见喽！改造到现在，终于到了墙面这一步，瓷砖和保温板已经完成了，等到墙面刷完漆，就可以再用苇帘吊顶了。原本的土墙面凹凸不平，需要先上一层砂浆找平，然后刮腻子，最后再喷漆。乳胶漆的颜色我们纠结了很久，既想要温馨又要柔和，最终我们选了香叶黄的色号。这个颜色像散发着香甜的奶茶，温暖又舒服，跟我们海蓝色的地板也很搭。坐在屋里头，仿佛荡漾在落日的海面，惬意又自在。喷完漆简直像换了个屋子，终于慢慢接近喜欢的样子了。
前段时间的天气反复无常，几乎每天都要下一会儿雨。因为门胆还没有刷漆，所以就先给卸了下来。打磨之后，把有凹陷的地方抹上腻子。腻子干了之后，再打磨平整，就可以刷漆了。我们选的这个颜色的水性漆，木材类家具用水性漆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不容易变形，而且还会有一种通透的光泽感。荷叶喷上漆之后，有了种铜的质感，真的是意外的惊喜。喷一遍漆的效果是这样，这是2遍。这个颜色好漂亮，还挺好看的，是吧？对，挺好看的。漆干了之后，就可以重新把门安装上了。这个颜色真好看，跟铜门环也很搭。刷完漆，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这个效果很满意，这个颜色真的是比想象的还要好。幸福又开心的一天，明天见喽！最近完成了好多小活，但总是没时间及时剪出来。我来捋捋这几天的成果。首先是小屋的吊顶。然后是大屋里卫生间的墙上方这个三角区域的吊顶。还有2个屋的门，因为是定制，所以等了好久。铂金的吗？门锁，我说选这个简单点的，师傅说这个还简单啊，这个可不简单。安装起来的确是费事，但是我们2个都很喜欢它简洁的外形，还有铜的质感。再接下来就是垫炕了，垫炕最主要的就是这2块板，目前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跟垫褥子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储水罐也安装上了，这个罐可以盛500升水。浴缸里都接满水了。浴缸其实早就买好了，就只等着安装了。这几天连续下雨，浴缸里边都装满了水。这是一个带冲浪和按摩功能的浴缸，好想泡个花瓣澡啊！卫生间的吊顶也完成了，选的是这个图案，不算好看，但是其他的就更不好看了。热水器、浴霸、插座和灯也都安装好了。2个面海的窗户上都放了个雨罩，这个方向吹过来的风多，容易落雨。
买了个小电动车，在村里生活还是挺需要个电动车的，会方便很多。好美的晚霞啊，让它骑去吧，咱们看会儿晚霞。你看，哇哇吃，肯定饿坏了。适当的喂啊，它第一顿可以适当的喂，要它太饿的话。前2天跑家来一只小狗，不知道是不小心跑丢的还是被遗弃的，在被领走之前就先在这儿好好住着吧。第1天它还羞涩地躲在角落，第2天它有了名字珍珠，因为想起了请回答1988里边的珍珠，我叫它珍珠啊。现在已经很皮了，每天都跟在屁股后头蹦来蹦去。小乖乖，小乖乖。最近很忙，但是心情大部分时候都特别好，很放松，很舒服，很幸福。最近这几天每天的夕阳都好美啊！听，夜晚的虫鸣，期待你来感受这里的海和风。大屋中间的这节墙面是粗砂面，上下的2节都是细砂面。如果不处理就这样刷漆的话，一个是不协调，二是漆面不平整。所以今天让瓦工师傅把中间的部分重新抹一层细水泥。餐厅这边是我们俩自己量的尺寸做的标记，但是在专业的师傅看来肯定是不够严谨的。师傅又重新量了一遍，重新拉线插杆。木工师傅在制作灌水泥柱的架子，我们俩去钢材厂买钢筋箍。通常呢，钢筋水泥柱就是这样打造的，用钢筋和钢筋箍做好架构，外边再用木盒子固定，然后就是倒水泥石子了。这个小架子要打入水泥柱的上方，露出最上边的这块钢板，用来焊连槽钢。这个小桥是自己临时做的，如果不搭一下的话，沙子里边会推不动车，是用之前运瓷砖的2个木架子，还有炕上拆下来的2块水泥板搭的，我觉得还有点好看，小桥流水的感觉。刚拆下来的这种要浇水啊？对，昨天打的，今天拆的。哦。23根柱子用了1周的时间，明天要进行下一个步骤了。不知是谁家有喜，放了好久的烟花，极可能是哪里又开业了。这个小村子充满欣欣向荣，一片和谐的气息。这。
大概到这块儿还能好一点。嗯。哈哈哈。订的马桶到了，今天师傅上门安装。卫生间又完善了一些。这屋的踢脚线总觉得很突兀，今天给它改下颜色，先把瓷砖表面擦干净，再用瓷砖处理剂在表面喷一遍。半小时之后再喷第二遍，再过半小时把表面的处理剂擦干净，把固化剂倒到油漆里面，倒的时候忘记拍了，意思一下。比原来顺眼了点儿，但是还是算不上好看。瓦工师傅说瓷砖的美缝很简单，让我们自己来磨。又完成了2件小任务，还有无数件小任务，一件一件来吧。外墙刷漆是我很期待的事儿，刷完漆的房子颜值通常会直线上升。喷漆的效果很不理想，遮盖力太差，很轻薄，还是滚筒上漆，又快又厚。
刷完第1遍的时候简直不忍直视，第2遍就好看多了。正面的墙算是踩雷了，左半部分是平整的水泥面，右半部分是这样的粗砂面。瓦工师傅说，虽然不一样，但是不会影响刷漆的效果。但实际上，师傅可能是为了给我们省钱，但是强迫症实在是忍不了啊。由于已经刷完了漆，即便想弥补也有点迟了，因为墙面是滑的，会挂不住水泥。让新来的瓦工师傅在这个粗砂面上抹了腻子，远看倒是接近平整了，但是近看还是痕迹很明显。师傅说腻子不能够抹太厚，不然大风大雨很容易剥落，但是中间这部分还是过于不平整，于是又让师傅薄薄的又刷了一层，但是表面还是全是一道一道的小沟壑，于是又刷了第3遍腻子，这次终于差不多了。即便修修补补这么多次，表面依旧是有刮痕的，于是我们俩就手动用砂纸打磨，终于基本上是看得过去了。看看外墙全部刷完的效果吧。找2个人。也行。可以有一个歇的空间。
卧室的吸顶灯到了，这是德国的一个老牌子，55年的历史，整个都是金属材质的，质保10年。这个灯我既好奇又期待，它可以24小时模拟日光的运作过程，比如日出和日落，调节体内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我在想，这是不是可以改善失眠？因为它可以还原真实的外界光线氛围，用正确的光线引导人在特定的时间分泌激素，比如到了设定的入夜时间，就会自动变暗，模拟入夜的效果，促进体内的褪黑素的分泌，帮助入睡。这下小屋里又完善了一些。按完灯去海边溜达，发现一个自制的木头小船要出海，蓝桶是准备盛捞到的海鲜的，很简单的一个小船，但是也像模像样的。船被浪拍回了好几回，好在最终还是顺利入海了。其实说实话，看着有点胆战心惊的，祈祷他能够平安归来。站住！
摘的。到了一块地了。哦，正好。说咱是不是得找着这水管儿？还要是这带边一边。院里的花坛一直空着，今天填上点土，种点花进去。这个松树林很小一片，但是这层腐熟的松针土也足够用了。
松针土呢，透水、透气，有营养，但还是少不了田园土。这堆土是之前翻瓦、铺草帘子时候买的，一装修才发现，用剩的材料千万先别扔，指不定哪儿就能用得上。这是之前做木头门的时候剩下的锯末，这不用上了哟。这可是种花的好东西。本来是想着都倒到花坛里边再拌，但是发现特费劲，还是全都铲出来在外边拌吧。其实最初是想保留红瓦的特色来着，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所以还是刷白吧。试了试只刷水泥连接的部分，不太好看，换种方法试试。这样也还是不好看，还是全都刷白吧。绿植还没怎么准备，院里的2个小花坛，还有外边的花园需要大量的植物。三角梅已经买了有段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时间照顾，再加上缺营养，开的花都是白色的。三角梅在山东室外是过不了冬的，为了不伤根，继续就放在花盆里吧，等到冬天的时候得挪到屋里头去。这颗三角梅我是打算做个造型。这个绣球本来长势很好的，但是老是没时间管它，盆儿也太小，现在都没什么活力了。现在有点想把花坛里头和花园里全都种上绣球。前段时间买了几十盆绣球，但是哎呀，老是没换盆儿，全都晒得不行了，哎，又可惜又心疼，重新买吧。小花坛就先这样吧，有时间再好好添置点别的花。最近可喜欢拍晚霞了，大海的傍晚真的好美哟。最近买的几样家电到了，今天可以拆箱了。当初想要大海的感觉，所以选了蓝色的瓷砖，但是蓝色真的好难搭呀。为了让家里的色彩尽可能和谐一点，也尽可能的好看一点，所以家电就全选了白色。蓝白的搭配看着就很清爽，白色永远不会出错嘛。这个是冰箱，因为要做餐厅，但是空间又有限，所以选了个60厘米超薄、424升超大容量的。3档变温，有母婴、0度和软冻3种模式。这个冰箱之后是要放在餐厅里的，但是因为餐厅还没完工，所以暂时就先放这里。这个是一个3匹的柜机空调，可以覆盖40平米左右。这台空调我是最相中的，因为它非常省电。我们是波段商业用电，遥控上有一个酷省电模式，开一整天也不用担心电费。放到这个位置可以覆盖整个屋子。这个是电热水瓶，也是选的节能款，有7段预定控温，内胆是304不锈钢。这个是1.75升的破壁机，有9重消音系统，不用单独再扣隔音槽，声音也很小很小。过2天使用的时候再让大家瞧一瞧。这个是一个电压力锅，2.2升的，我主要是想用来煲粥，杂粮不用提前浸泡。这个锅的内胆也很漂亮，做饭的时候看到它心情都能好一些。白色还真的是百搭，这么难搭的地砖都难不住白色。种花呢？都到好几天了，再不种就蔫儿巴了。都是些什么花啊？球菊跟绣球，我都是选的山东室外能过冬的。一包吧，给我挪这个大盆里边呗。好，几盆花，还是几盆花要种。行行。这几个是我特别期待的重瓣百合，这几颗也是绣球。这是什么东西啊？能吃的，甜的哟。真的呀？真的，你尝尝嘛。我不信，你肯定是在骗我呢。还是种这个盆里好看。咱花园想要种满，得需要大量的花，几车可能都不够。咱们的花园大。对呀，而且以后天还越来越冷了，顶多也就再长1个月。
这几棵百合特别适合切花，长得好的情况下，特别期待咱花园长好的样子。花园是一个院子灵气所在哈。沙滩边的餐厅和另一间住房，好久都没让大家瞧一瞧了。其实最近的进度还挺快的，接下来的几天我就会陆续更新出来。水泥柱干了之后，要在底部再堆上一圈石头，是为了进一步加固。柱子之间也要再砌上一排石头。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每一块都是我们俩从海边一个大石头坑里一块一块搬到岸上来，再从岸上搬到车上，然后再拉到这边，再从车上搬下来，然后再运到工地上。每一块全是人工带过来的啊！没想到从装修到现在，每一次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几乎做不到的活，我们俩竟然都坚持下来了，都完成了。现在回看着我们俩干活的画面，突然有点想哭，但并不是因为委屈啥的，只是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好不容易啊。之后让人又送了几车沙子和红砖过来，水泥柱的底部埋好石头之后，要再抹上一层水泥砂浆，柱子之间的地面往上的部分也要再继续砌石头。一层石头，一层水泥砂浆，差不多砌这样的2层之后，就可以往上垒红砖了。砖要砌到跟水泥柱一样的高度，砌完之后呢，把2侧再抹上水泥砂浆。这个里面之后要全部用砂石给填充起来。这个地方呢是将来餐厅的露台部分。这一期呢就暂时更新到这里，之后再继续给大家更新。就是从这一车料开始，从此之后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采购这样那样的材料，钱花着真的都已经没有钱的感觉了，每天就大大小小的金额扫给这个人，扫给那个人。过去的几年里，1年的时间里，我都不一定会接几条广告，但是最近可能会要多一些，也真心的恳请大家的谅解，因为最近的花销实在是大。其实今天距离我们决定好要定制集装箱已经过去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了。这半个月我们一直在约焊工的时间，因为人家要完成他上一家的项目才能再来给我们干。院子里的这些槽钢就是在这个半个月期间我们自己去采购的，但是因为下了几场雨都生锈了，然后焊工师傅告诉我们说要全部打磨出来，每一条槽钢的每一个面都要仔仔细细的打磨出来。我们用1整天的时间，一共才打磨出来了10几根，中午饭都没有吃。腿上扎了好多飞出来的钢丝儿，被扎的那一下是真的挺疼的。用掉了无数张砂纸，就连钢丝打磨头都磨平了好几个。最近的评论里，大家说我黑的显得牙特别白，导致我每次剪辑看到自己的牙的时候，都觉得好笑的要命。打磨了1整天的槽钢，我们俩都已经筋疲力尽了。然而，师傅下班的时候又给了我们一个噩耗：这些打磨出来的槽钢要全部刷上防锈漆，要不然的话很快又会生锈。于是我们俩从下午的5点半一直刷到了晚上的9点多，用手机照着亮，脚底下蚊子一直在咬，真的是硬着头皮在坚持。我们俩想着能刷到哪儿是哪儿吧，没想到最终还是完成了。集装箱住房搭建的第2天，一大早送来了一大车材料。这种红板子是地面打底的水泥板，特别重，2个壮男抬着都很吃力。7、80斤吧。从土地面到我们施工的沙滩那边是有一条浅沟的，车过不去，所有的材料全部都得人工搬过去。
第二天结束时，已经焊好了基本的钢架，铺好了地面的水泥板。现在来到了第3天，第3天已经开始焊墙板了。这种板呢，我们是买的加厚，并且中间加了玻璃丝的。这种板一个是硬度要好一些，再一个是不容易变形。说实话，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房都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它看上去真的不美观。不过之后它在慢慢变好看哦。第3天结束时已经焊完了大概2/3的板。之后师傅们请了3天的假，在这3天里，我们依然在马不停蹄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剩下的这些槽钢也要全部都打磨出来，打磨好之后要涂上防锈漆，这样等师傅们回来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了。第4天一大早又送来了一大车的材料，从集装箱房建造的第1天开始，每天都要接到几张这样的单子，单子越长，扫出去的钱越多。因为各种材料比较多，但是我们又不太认识，所以每次接到货都需要清点一番。如果不清点，还真是容易出错误，所以凡事都得认真一点。这个时候，我弟作为一个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的中医，焊工师傅们笑他，看起来还不如他姐我一个女生的力气大。但是后期证明，我弟已经成为了体力活的主力。我每天主要做计划和采购，已经分担不了体力方面的劳动了。大沙漠。前一车货刚刚卸完，又送来了一大车。吃的往东放。接完所有的货之后，终于可以开始干活了。第4天，师傅们已经下班走了，来看看这4天的成果吧。正面是面向大海的，会做成落地窗，然后再往这边走，这个楼梯之后两边是要加扶手的。这侧是南面，从这里进门。这块要做成防腐木的一个小露台，再往里走就来到了房间里。这是西侧的窗户，可以看到大片的田地，夏天呢是玉米，冬天是小麦。地面现在还是水泥板，之后要铺上瓷砖。然后看海的视野是非常好的，大片的海，全部都是落地窗。远处还有远山。好了，这期就先到这里了，下一期应该就是开始建餐厅了。又到了一批绣球，30多个。这些全都是不一样的品种，不知道能不能对版。就是不对版，其实我也觉得没啥关系，因为哪怕一种花绣出也很好看呀。今天都要种上吗？今天不种，再给它还2条苗，今天再把坑刨出来。这花显得乱七八糟的。这些叶子一会儿不行了，都得摘一摘。这个场景让我想起来一句话。你是来拉屎的吧？黄叶子摘一摘，它也浪费营养。现在花已经缓了几天苗了，今天在下小雨儿，特别适合种花。先把坑都刨好，刨坑也是个大活，这里边好多小石头块儿。这边已经刨了将近20个坑了，一会儿那边也要刨。累了不？不敢。行了，这个深度可以了，下一个。珍珠来了，珍珠啊！这里的土质也得慢慢改善，石头太多。大海每天都是不一样的颜色，阴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晴天的时候就特别蓝。打招呼。啥招呼啊？走吧。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他在镜头里那个笑容，几乎是视频以来最自然的一个笑容啊？他特别害羞，拍摄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他。我很喜欢我弟给我拍视频的感觉，特别自然，这就是真实的我。我其实挺搞笑的。它应该更长下头来了，已经开始冒新芽了，看。哟呵，还小虫子的。
下雨了，别摘了呗。这真是干绝的，那衣裳都淋湿了，你看都快透了。下大了，下大了，快走的，走的，走的！你看衣裳淋的。没有的时候太冷了。哎呀，空调赶紧关上吧，忒冷了。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想喝咖啡，有没有？现在才几点啊？外边都这么黢黑了。今天咱们种花算是种对了，绝对好活，水都不用浇，赏雨时间，啥也看不着了。集装箱住房的钢架焊完之后，我们去建材市场看了室外要用的铝塑板。现在这个是样本，我本来是相中了这个颜色砂岩，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浅咖色。室内的墙板最终选择了左侧的这个亚灰色。这些是顶线，最终选择的是布纹白色。这边送货通常是在当天的下午或者第二天一早6点多的时候送过来，这样的话不耽误第二天干活。内墙板很快就送过来了，卸完货之后外墙板也送过来了。外墙铝塑板的作用，一个是装饰性，可以把墙面变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再一个是它防火、防潮，并且能隔音隔热，而且耐腐蚀性也强。外墙板其实9月15号的时候就已经贴完了，但是因为墙板的缝隙之间还要抹上胶，抹完胶要再刷上跟墙板一样颜色的漆，同时因为房顶和其他部分也还在施工，所以为了不把墙面弄脏，直到今天还没有把外面的膜给揭掉。我其实挺期待它最终的效果的。外墙板贴完，现在已经在准备要贴内墙板了。在当地，家里的电线一般是由木工来布的，挺意外的吧？所以我们一位木工师傅在贴着墙板，另外一位木工师傅就已经在帮我们布线了。电线要铺在内墙板的下面。焊工师傅把楼梯的扶手焊好了，之后这个台面上要刷上防锈漆，两边的扶手也要再刷成其他的颜色。木工师傅已经在跟我们商量卫生间的门要什么样的了，又补了一些室内的墙板。卸完货之后，我们的防腐木也到了。木工师傅说铝塑板也需要再补几张，每天都是在买料补料。帮我们做门的师傅过来了，那天风特别大特别冷，他就只穿了短袖短裤，弹完就赶紧跑了。地面的瓷砖也可以去看一看了，瓷砖我们是选的这种灰色系，卫生间里面是选的这种小块的灰色。送瓷砖的时候又让人送来了一些水泥和瓷砖胶。之前我们定制了加快的玻璃，今天也送到了。有时候一天的进度比较快，但是也会比较忙。按玻璃的时候，我们帮瓦工运来了石头，要把集装箱下面的底座再加上几根，增加它的承重。干着别的活儿都没发现，防腐木的小露台也已经铺好了。今天阴天，所以大海是浅蓝色的。室内的墙板都已经贴完了，之后还要再贴上角线和顶线。这是卫生间，
卫生间也是落地窗，将来浴缸就要放在落地窗旁边哦。每天都在送材料，我已经记不清什么是什么了。刚剪完一点儿，又来一点儿。集装箱这边也需要安一根电线杆。现在回想一下，安电线杆那天应该是超级忙碌的。那天接货、卸货，给瓦工师傅运石头、埋电线杆。那天我是在安院里的床，忙完了这些之后，玻璃还没有安完，玻璃仍然在继续。安完玻璃之后就开始贴瓷砖。现在我跟我老公、我妈还有我弟，我们4个人都有各自的事儿要忙，我常常都顾不上到现场去拍镜头，等过来看的时候就已经快贴完了。这个季节的芦苇特别漂亮。最后这几个镜头是昨天刚拍的，一位木工师傅在贴地线和顶线，另外一位木工师傅在包边框，裸露出来的钢材全部要用墙板包裹起来。现在屋里还比较乱，好像也看不出什么，但是包完之后是真的好看了很多。看一下晴天傍晚的大海吧。最近几乎每天都是拆的节奏。现在拆的这个是蚕丝羽绒被，我是第一次买这种蚕丝跟羽绒合在一起的被子，它是床竹土被，看看里边是啥样的。一整圈的拉链哎，还有8个摁扣，这么多的摁扣，被子就不会错位了。被子错位最难受的了。母被是羽绒层，里边是95%的白鹅绒填充，蚕丝层是紫被，100%的桑蚕丝。哇哇哇哇！果真看呐，桑蚕丝，这一床被子1年都够用了。春天、秋天的时候就盖那个羽绒层，又保暖又不重。夏天的时候就可以盖这个凉凉的蚕丝被，然后冬天的时候就全盖上，又蓬松又保暖又舒服。这个面料我是仔细研究过的，它是460根高支高密的全棉贡缎，这种面料不容易钻绒，小小一坨放比较方便，不占什么地方。这几个快递也是要放到这个屋的。这是卫生间门口的硅藻泥吸水垫儿，这个是沙发上面要挂的装饰画。沙发应该这周就能到，因为是定制的比较慢，我都等好久了。这2个画我是跟床头那俩照样的，跟那俩买的同一色系。我也知道这些画算不上出众，但是我的审美实在有限，我没啥艺术细胞，还是怎么保守怎么来吧。我们这个地砖太难搭了。这个也是一个地毯，是要放到这个位置的。看一下今天的大海，看这屋现在和谐一点了不？就差这一块还没到位了，换一个沙发，然后这里铺一张地毯，然后这边也就没什么要改的了。还记得餐厅前面的露台吗？现在这个里面已经填充满了沙石，餐厅也已经动工了。这个长12米、宽3米的集装箱餐厅，大概用了1周的时间建造完成。一起来看看它的变化过程吧。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个餐厅的格局了。
现在他走着的这片位置就是餐厅、吃饭的地方，然后他现在站这块地方是一个卫生间，这是卫生间，然后在另外一头这边，这就是我们的小厨房。这个厨房有点小，但是空间有限，也就只能这么着了。从窗户里可以看到那边我们那个院儿。之后选好了地面的瓷砖，又去看了墙面的墙板。最后选了跟地砖同样石头质感的这个灰色系。贴墙板之前要先在墙上打好木架。厨房地面的瓷砖用的是黄色，墙面选择了白色的墙板。餐厅最新的进展就是瓷砖已经贴完了，今天木工师傅在包边框和窗框。我真的是太爱这片海了，一起来看一看昨天傍晚的大海吧。这种需要自由洒脱灵魂的活儿，我向来干不来。我这人太规矩了，摆出来就不好看。你瞎正经？我不是瞎正经，我是真正经。刚才我排的不行，我弟又重新拆掉他自己摆的。我摆出来太规矩了，不好看。这个必须得洒脱一些才好看。我都不好意思往我们院里照了，我们院里一整院的快递全堆满了。我朋友都说现在我们家就像快递驿站。这些绣球其实在9月中旬的时候就种上了，活倒是活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海边可能白天温度还是比较高，被晒伤了，颗都被晒伤了。我有点担心明年它能不能长好，如果长不好，我可能就得换一些其他花的品种了。可是绣球开花了之后真的非常好看啊！这里有一颗都有花骨朵了，我看一下啊，就这个，它都长花骨朵了，但是都被晒伤了。去捡石头的时候捡到了几只螃蟹，还都是活的。这2天风比较大，有渔网被吹上来了，渔网里沾了好多鱼呀、虾呀、蟹呀。你看，还有这么大一个皮皮虾，这几个都是梭子蟹，还比较大嘞。中午可以蒸上，都是活着的还。哇，这个也大，还有一个，哦，这个也很活。这种螃蟹叫花旦蟹，虽然小，但是它的黄多，很香。你看你试这多小啊，挺小的。也有大的，这2桶我全捡大的。这些小块的之
我们这个极不和谐的沙发终于可以下线了，定制的新沙发终于到喽。沙发往这儿一放的一刹那，我就知道，对了，这回感觉真对了，这一下整个屋都和谐了。做包好蓬松柔软啊！我不想起来了，我想从这儿坐一天。这是头层牛皮的，摸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黏腻。这种材质的沙发平常也很好打理，看看做工也特别精细，很满意，真没有白等。我打算再买一个放到自己家。我这2幅画也终于可以挂上。有的朋友说应该买跟地面同色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地面已经是冷色调了，如果墙面也冷色调，屋子就太冷清了，所以挂画就中和一下。这个位置的地毯已经换过2次了，一次买大了，一次颜色不太好看，这是第3块。我的天哪，这下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回我是真的满意了，一张沙发拯救了一个屋子呀！看一下现在这个屋的效果，就只是换了这么一张沙发，整个屋子一切感觉都对了。今天要安餐厅的吊灯，这个是在餐桌上方的，1张桌子1张灯，一共3个。这个是吧台上方的3头吊灯，这个是卫生间里的，这个是厨房的。我就说，这就是安完的效果，看起来还行不？桌椅也到了好久好久了，我们屋里和院里堆满了快递，现在终于可以一件一件归置了。这些桌椅也都还不错，挺有质感。在我歇会儿吧，休息休息。没事，下午8点还得过来。放着过来啥呀？今天还真蓝哈，晴天的时候就很好看哈。今天要布置这个房间了，这一天我期待了好久。本来想着先把屋里的施工垃圾打扫干净，但是安装师傅早早的就过来了。今天有大潮，已经有人开始过来赶海了。安装完灯，终于可以把屋里的垃圾打扫了。早就看这一屋子的垃圾不顺眼了，但是吧，在施工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你扫了可能立马就又会脏了，所以我就忍啊，一直忍到了今天。这个实木床很结实，也很好安装，需要拧螺丝的地方没几个。别看这么大个家伙，我觉得女生一个人也完全可以组装起来。但是这个小柜子啊，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个小柜子是第2次买了，颜值是可以的，但是组装真的好费人啊！上一次装的时候，我们3人装了1下午，这次又装了好几个小时。这个小桌子我也挺满意的，材质很好，上面这块板应该是石材的，特别沉。老早就想要一个躺椅，这一下终于圆梦了，但是一个还是少了，还得多买几个。哇哦！这个小沙发我觉得还是算得上是惊艳的，有设计感，而且坐着也很舒服。地毯的尺寸买小了，已经又重新订了一块大的。这个屋里还差个床头柜，还需要几盆花。这样布置还可以吗？你会愿意坐到这个屋里来看海吗？好听呀！
这一台地人生啊。下对玩儿。哈哈哈。特别闷！哎呀呀，狗子过来！哎呦过来！妈耶！偷拍。高明正大的拍。海风吹的。扣住了3、7。哎呦我的天！这个是我们的餐厅里边的吧台，巨沉巨沉。怕什么来什么哟，坏了一片板儿。先放下，先放下，先放下。下午的时候阴天了，阴天的时候海水是会变色的。平时晴天是蓝色，阴天的时候像灰色。吧台坏掉的板儿又补发了一块，但没想到这块板儿还是不行，因为长度不对，太长了。这是第2次补寄的板儿，这块对了。餐厅的美缝还有一半没有涂完，本来很丝滑的美缝剂被它抹得千难万难的。这是之前我涂完的部分。厨房里边准备了3个柜子，需要自己组装起来。呀，好美呀！看弄的俺这花花呀！他组装这个柜子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的这个纸箱上正在采购东西，然后手机从这儿充着电。柜子放上之后，就可以把抽油烟机也装上了。可慢点拉，别把那个锡纸划破它。看不见。后边这呢。放灶台的柜子下边要凿个洞，放煤气罐。你得留个空。
我们这个桌面是不锈钢的，看起来很难看，我就买了一个这种贴纸。这也太薄了吧！这玩意儿怎么能用啊？跟纸似的。太薄了。贴出来还行哈。你看那海脑。因为我们这个储水罐的位置跟原本设想的不一样，所以这几个柜子最终摆起来之后都不能紧贴着墙边连在一起，只能之后再想办法了。厨房收拾干净，放在院里的冰箱终于可以挪过来了。下午的光线好美啊！我们的厨房里也能看到大海，嘿嘿，好美的光线。这个垃圾桶是准备放到这儿，那些切掉的不要的菜就可以，哎，直接收里边，放这儿。哎，这儿，这儿啊？这样方便不？可以。空把它掉了。一个大置物架，放草料的。可惜这个墙上没有能钉这个架子的地方，只能之后换其他的置物件了。我这些小零件先这么放着吧。我们的厨房比较小，所有的边边角角都得充分利用起来。之后我打算从这儿放一个柜子，里边放一些锅碗瓢盆啥的。我准备了好多的锅，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碗，那得需要很大的空间。然后平时煮饭的锅啊什么的也可以放在这儿，但是这个桌子还没有到，所以我把锅暂时先放这个位置。我打算明天就要从我们这个小厨房开火了，这儿的第一顿饭。豆浆机也在这放在这儿。这厨房还是小了哈，空间不大。好，现在是放到这儿。哇，那只海鸥看到了！这个哇，好看！这海鸥，今天赶海的人特别多。看着一大箱红薯，是我们后边那个大爷，就是送我们地种那个大爷，他不是种一片红薯吗？然后跑了之后送了我一大箱，我已经吃了2块了，个头好大。来看一看，真的很大红薯，但这是那种面红薯，就是特别绵软，但是不甜，不过也好吃。冰箱挪到餐厅之后，我们这个小柜子终于可以归位了。我原本就是打算把这柜子放这儿的，可算放过来了。这个电烧水瓶还是要放在这儿。大冰箱搬走了，但是我准备了一个小冰箱的，这个小冰箱是专门用来放饮料的。买回来几个月了，我还一次没有用过呢。这些快递可以搬出去了，这些其实是要放到餐厅里的。现在我们的活儿已经在收尾阶段了。看到我们这个沙发就忍不住想过来坐一会儿。这个地方不能把地毯太脏了。忙活了这几个月，到现在可能是有点快要绷不住了。最近我们俩都觉得特别累，特别疲惫。我今天眼睛都有点睁不大开，我都恨不得从这儿睡觉。这沙发我真的特别香着。太累了，今天。今天要进行的又是一件我特别期待的事儿——摆饮料。要不是因为太忙，这些饮料早被我们消耗光了，现在也就只剩这些了。我准备的这些，要么是一些很火的网红饮品，要么是资深饮料党推荐的一些品。反正我自己是相当被吸引，每一瓶都忍不住想尝2口。哎呀，给我摆渴了！这些饮料看起来咋都这么好喝呢？屋里打扫干净就可以把一些小物件摆起来了。垃圾桶、牙签盒、太阳能灯、纸巾盒、小蜡烛，还有一个蜡烛。我其实最不想做的就是餐饮，又累又麻烦。但是现在既然有一点期待，这个餐厅里头有1-2桌客人，小声的交谈着，边吃饭边看海，有限度的热闹也挺好。
大家早上好，我刚去取了一些快递回来。今天会是一期纯纯的开箱视频，我放到这个屋一些，餐厅里边还有一些，把这些拆完了再去拆那些。哎呀，今天温度有点高，有点热哎。累得飞车的。这个是一幅画，是准备挂到那边客房的。好看不？这回这个花好不好看？好看。这些大部分应该就是餐厅要用到的东西了，一些餐具。哦，这个是9宫格，到时候民宿里是免费提供早餐的，会用这个9宫格来盛一些什么，水果啊、小咸菜啊、小包子啊、小馒头啊之类的。哎呀，我的天哪，这个盘子太小了吧，这呀！我都忘了我打算是用它盛啥盛啥的了，我先放在一边，到时候想一下，太小了，能盛什么呀？哦，这个是就是吃火锅的时候用来放蔬菜的那个小白碗。我记得评论里有一个人说过，说我们平时做饭看起来就自己家吃还行，如果对外营业的话还差点。我说我们不做那种特别考验厨艺的，到时候会提供火锅套餐啊、烧烤套餐啊、海鲜套餐啊、烤肉呀。还会有围炉烤茶，然后还会有下午的茶点，这些都不怎么考验厨艺吧。这个是早餐杯，用来喝豆浆啊、牛奶啊啥，都买了2个颜色。看上去挺大。就是挺大，你得喝饱呀，早餐。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颜色了，这个颜色。如果是一对夫妻来的话，你们很可能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杯子，一个这样的杯子，这个用这个，这个用这个。啊，这个是盘子，哎呦，盘子我买了很多。哦，看出来了，行，可以。这玩意儿好刷呗？刷应该不是啥问题。哦，这也是一个盘子，这个是烤肉的时候要用的盘子，烤肉的盘子。哦，这个也是那个9宫格，应该是买了6套还是4套？9宫格，到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你还会好看的。这个也是9宫格，因为买的是，看来是6套。哦，这个是围炉煮茶的，我好想试一下，这是底下的托盘儿，这是送的。哎呀，好重这锅！这样子一个小锅，然后放上这个篦子，上面可以烤柿子呀、花生呀、板栗呀、红薯啊。这个也是白盘子，跟刚才那个又是这个，这回哇，这么大的锅盖啊！这个应该是吃火锅的锅啊哈，是好大的家伙！一个用来煮火锅的鸳鸯锅，麦饭石的鸳鸯锅，够大个哈。啊，这个是一个小的4宫格，这个应该是放围炉煮茶的时候会放几样小点心或者那个干果之类的。又一个4宫格，这个是，我的天哪，6宫格。这个6宫格，这边看完了，要去餐厅那边了。这个是买的卡式炉里要用的煤气罐儿，这个是一套卡式炉，这样的小炉子，露营的时候可以用。我是想着用外边还摆2张桌子，如果有想从外边吃这个烤肉啊、火锅啊啥的，就可以把这个小炉子给用。这个是吃火锅用的锅。这么大小的是买了2个，这个是2个人用的，这个也是一样。哦，这个是吃那个海鲜的时候，比如要烤生蚝的话，要用的锡纸碗儿，一个这么大，里边放上粉丝啊、辣椒啊、各种料，然后一只生蚝就这样烤。这个我买的很满意，我很想自己试一下了。烤生蚝。关键是
有空的时候。俺都知道你得说有空的时候。这样子的，买了。给串酱样。啥？给串酱样。放上面是2个小瓢盘儿，然后，哎，这勺子哦，这样椅上面一个勺子，一个漏勺。这样的我看了有3款差不多形式的，但是我选了一款我自己觉得最好看的，也是最贵的。看，好看吧？行，老是那样。好会挑的。我一要做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吧，这就是我的一个缺点，就是什么都想买贵的，但这就不利于控制成本，这其实是很不理智的。所以我就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觉得哎呀，明明有一个更好看的，为什么要买这个丑的？我就受不了，我就非得买那个好看的。这个是火锅的小油碟儿。这个是一个小砂锅。我跟我之前就是我们在北京万达的时候，不是开过一个餐饮店嘛，然后我们商家成立了一个群，有一家是做米线的，他家米线做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现在不是又需要做餐厅嘛，我就跟他买了一个他家米线的配方，他家米线配方真的特别好吃。但是不要问我，我花钱买的，我不告诉你们。这个也是小油碟儿。哦，这个是一个小托盘儿，这个是做饭的时候要戴的口罩，后厨戴的口罩。做饭的时候必须要戴。这个也是一个米线的砂锅。哦，这个是饭碗儿，碗儿我买了2种。这个是围炉煮茶的一套茶具，小茶壶这么小，不过大了也没意思，就小。这就是一套围炉煮茶的小茶具，这个也是卡式炉上的煤气罐，这也是一套卡式炉，这会儿拆的已经失去激情了，毫无波澜那些。哎呀，哦妈耶，又是个砂锅，又是一个砂。哦，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东西，是围炉煮茶时候要用的一个小点心盘儿。是这样子的，哎呀，好小，比我想象的要小。就是一个里边放了一块糕点，好看吗？好看啊，没你好看。哎呦，还不一样颜色的呢。哎呀，白色的没意思，也还行吧。如果糕点比较好看的话，倒也行。这是2个竹子的托盘儿，就是端这种小糕点的时候，我就给它用这个盘儿端。又是一个砂锅哦，这个是花盆儿，是放到这个屋里的一个大花盆儿。这是个围裙，哎，应该还有一个围裙。买了2个颜色，一个棕色，一个灰色。等开业之后，大家再见到我，有可能就是穿着围裙的我了。吃烤肉的时候要用的盘儿，这个盘儿是这样子的，就是放到那个卡式炉上面，然后在这上面烤肉啊啥的。一个一样的大盘子，这个小碗我也很喜欢。这也是一个大锅，火锅锅。看到这会儿，我突然有一点遗憾，就是买了这么多东西，没有一件属于我自己的。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给自己买衣服了。等买完这个民宿要用的东西之后，我必须要给我自己看件衣服了。现在衣服已经全部不能穿了，都是干活的时候穿过，上面要么有油漆啊，要么有一些水泥点子啥的。就盼望着完事之后把所有旧衣服一扔，然后换上新衣服，哇！想想就舒服。我以后要没人的，咱也不能这么蓬头垢面的了。这也是一个麦饭石的锅，这个质量倒也挺好，挺厚，挺大吧？这个不小了吧？是够吃了这回。哦，这个也是一个卡式。我有一个臭毛病，我这会儿想跟
明天师傅上门安装密码锁，可能以为下班后家里才会有人，所以师傅约了下午的5点钟。现在北方下午5点，天已经暗了。为了让师傅尽早完工，我们就提前凿好了锁孔，但我们还是太不专业了。师傅到现场后又重新修整了一番，安装完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因为太晚，所以装完就让师傅赶紧回家去了。第二天我们俩在研究解锁的方式。露台的星点灯到了，可以安上了，以后就可以坐在这个小露台上看星空看大海。楼梯扶手我们刷了2遍防锈漆，之前刷的是灰色的打底漆，现在又加盖了一层这个颜色。步梯因为经常摩擦走动，所以一直还没有刷，现在基本没啥活了，可以刷上了。之前买的那块地毯不是小了嘛，又换了一块大的，今天已经到了，可以铺上楼。柜子上面太空了，先放一张画，再来一盆花。毛巾、浴巾、拖鞋、洗漱用品，这些也都可以摆上了。海边的浴缸绝对不能少了香薰蜡烛，还有红酒，安排上。都摆完喽，来参观一下。开门。啊，又漂亮了一些。哇塞，这是我们种的那些蔬菜，有黄色的小西红柿，都行。我妈还要倒出来展示一下那小茄子，茄子种的太晚了，没长大。辣椒长得好。哇！这个黄色小西红柿皮儿很薄，而且很甜。哇，很好。明年菜得好好规划一下，今年没时间打理，不过长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哇，长得真好。
铁丝上班，你还在铁丝下班啊？最近太冷了，小猫在怀里都不跑了。咩嘿。这是一个铺床的席子，我怎么一打开席子闻一股香？你问那要求？你这你穿这衣裳像嘛不？像啥？像一坨羊。我也知道穿这个衣服特别显胖，但它很暖和。山东这两天老是刮风，而且一夜之间大降温。本来中午的时候还可以穿短袖的，现在必须得穿棉衣了，特别冷，老是刮风。哎，这席子正好哈。正好。这是一个小茶桌。这色还行的哈，绿微微的。对，要的就是这感觉。还有茶具。这是一个小水桶，这个应该是放在茶盘上的。哎呀，茶壶，烧水的小炉子，小茶罐。嘿嘿，这是茶盘啊！我最期待想看看这个茶盘怎么样。哇，巨重！我的天呐，巨重！这是什么玩意儿？忘了把茶型拿来了，明天把茶席拿来。试这个蒲团怎么样？哎呀，好软和哦，这还挺舒服的，这个大小也合适，舒服。看看这个是个啥？是个麻将桌。我们一家人没一个会打麻将的。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看这些稀里哗啦的，从那儿摸麻将也挺爽，挺过瘾哈。是不是给它挠着呀？看看挠着样。这个桌子还是个两用的，这面的时候你看就是个普通的桌子，然后这一面就是一个象棋桌，但它同时还是一个麻将桌，一个多用的桌子。这面那这打麻将是不是谁冲着门谁是庄啊，还是啥啊？那是？不是。我把麻将桌买好了，还没买麻将呢。今天晚上赶紧看。看这个，来摸一把呀？不会。我也不会。之前那个大屋的黄沙发搬到这个屋来了，这个颜色放这屋还挺合适的。我本来又换了一条毯子打算铺上，但是呢，一看就这么着也不错。到时候在这面墙上可以放投影看电影。看一下最终的效果，天都已经黑了，现在。我买的这个置物架到了，用这个纸真好，你看它5斤，好厚实，做工很精致。包也好厚实啊！靠墙的这边是一个平面，然后外侧是一个很光滑的曲面。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板，
新的设计啊！哇，这板的质量真好，特别厚实。它用的是不含甲醛的净味氢气，啥味儿都闻不着，环保又很安全。这是纯天然的实木板，都可以摸到它表面细小的纹路，是北美 FAS 级的纯橡木板。今天超大的风，明天看来要降温了。置物板2厘米厚，是卡扣设计，可以随意调节高度。这个架子上我是打算放一些小装饰，再放几本书，都不重。但是说不准之后会再想放一些别的重的东西。反正这个架子的结构很稳，它可以承重120千克，比如这种20升1桶的纯净水，它可以放6大桶。架子下面其实可以再放一个斗柜儿或者是桌子，会更完整，用起来也更方便。这是夏天的时候让木工师傅定做的一个酒柜，放了那么久，终于可以归位了。这些快递全是各种玻璃酒杯，这是一种醒酒器，一种酒杯。哦，这个是放红酒的，就这样子的。哦，这是2个，我打算放在卫生间做漱口杯，好看吧？这颜色。水杯是洋酒杯。这是2瓶酒，这是一个放酒杯的架子，因为各种酒杯比较多，所以我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2个架，一会儿我就可以把那些杯子都挂到这个柜子里面了。哇，一箱杯子是这样的酒杯。这个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哇塞，这个太酷了！这个又是一种。哇，扎啤杯又是一种杯子，它这个口是斜着的，跟刚才那个一样的斜口。这又是一个一样。啤酒杯，还是啤酒杯，又一个，又一个。啤酒杯准备的比较多。哇，这果真还是啤酒杯。你要把谁管住呀？管你。这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泡的一些酒，这一瓶是玫瑰花酒，刚泡出来的时候颜色可好看了，但是时间一长它可能有点氧化还是也就变色了。这个酒我尝过一点，特别有玫瑰的香气，然后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梅子酒了，都是5月份的时候泡的。看现在颜色已经好看一些了，对吧？这一瓶猜是啥酒？荔枝酒。这个也是青酒。过2天我还要泡一些山楂酒，据说山楂酒仅次于梅子酒。看一下餐厅现在的样子，还有很多要添置的，现在还是很空，应该再多放上一些大盆的绿植，然后有一些摆件什么的。这是前台视角，也是我平时在屋子里的视角。潮水这会儿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大海每天的不同时段都有它不同的美，每一天都很值得期待。这个快递我已经忍了2天了，昨天到了这3个，这个没有到，所以我也忍着没有拆。然后今天到齐了，我终于可以拆。
为啥要忍着呢？因为我想看一下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是我闺蜜送给我的开业礼物。行，这老蜜子弄出啊！啊，是，这是我老闺蜜。这是不是一盆花呀？因为我快递单上我忍不住瞄了一眼，是什么盆儿？哎，我还没有看明白这是啥呢？难道是一个摆件吗？这是一个底座？越来越期待了呢，好奇啊！难道是那种熊摆件？哇！我真的是一个熊摆件！哇！哎呀，我的餐厅里可以摆上了，我正嫌这个屋空呢。哎呀，送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我超喜欢。Hello， 还有个球，哇，好高哦！这个还可以充电，我看充电它是会亮还是会唱歌？蓝牙模式。我正好还没有买音箱呢，玉林，你真是送到我心里来了，我都不用买音箱了。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换一换。其实我最近喜欢那个大华的安全，我才知道这是大华上的耶，开心。我最近拆了这么多的快递，但是都不如这次快乐。哦，哎，是一样的，哎，也是橙色。这个是一束蓝色的花，还有一个球。再看看这个是啥？哦，我知道了，它是分开的，那两个小熊要放在这个墩墩上才可以。这下那两只小熊就更有气势了。我翻过来看一下哈。对，哎，这样就对了嘛。这下就又好看多了吧？这个快递也是我很期待的一个，是一个咖啡机。其实我们家有一个，但是那个比较小，而且功能比较简单。然后餐厅这边我也想着提供几种咖啡，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更高级的一台咖啡机。哎呀，我心心念念的咖啡机哦，比我家的那个好看多了。明天从家把豆拿来，我就可以喝咖啡喽。买了一些装饰的小球灯，要在这个餐厅的房檐上面，还有这一圈护栏全都放上灯，是太阳能的，每天只要是不下雨都可以亮。不过今天我们这儿下雨了，往这儿看一看，基本是阴天的大海，是墨蓝色的。昨天安着安着下起雨来了，今天继续安。今天的天儿好，很暖和。瞧，今天的潮水退的比较远，潮水退得远的时候，就这样裸露出来的地面会比较多一些。那赶海的时候，挖到的海鲜的种类和数量很可能也会更多一些。我夏天时候买的了，还买了一些遮阳伞，还有那种折叠的桌椅。我本来是想着可以在沙滩上啊，或者在露台上喝喝茶啦、吃饭啦，但是现在吧，天儿已经有点冷了。不过没有风的时候，外边还是暖和的，中午，所以我就摆出来2套桌椅吧，有点靠栏杆放哈，这才舒服。
难受，挺舒服。来，邀请你来坐一下，来嘛，坐一下嘛，舒服吧？可以啊。我对他这个手臂弄啥？这个是一个餐车，因为我们提供的大多是一些后餐的餐盘子会比较多，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这样的餐车。呀，它没有轱辘呢？有啊，哪了？这里嘞。哦。这样就行了。这个小车还挺好看哈，我觉得当一个小置物架也不错哎，放到化妆桌的旁边啊，或者是床头旁边。放一个香薰蜡烛，对一些别的东西，放几本书也挺好看哎。你不推这啤酒、饮料、矿泉水啊？啊，来吧，矿泉水挂。我们海边的小院子要进行最后一步的改造了，就是院子的地面。地面我们打算铺上碎石子儿，然后再砌一个简易的灶台，可以烧烤用。砌灶台的石头是我们自己在海边的石堆里选的，比较平整的。握板，你放哪儿？我们院里的2个小花坛里头的土，经过几个月的沉降，矮下去了一大截儿。趁着它垒灶台的功夫，我们去搜罗了几大袋子麦秸秆儿，然后又拉了很多的土，先把麦秸秆儿铺上一层，又盖上一层土，这样也能帮助这些植物更好的度过它们在这个小院的第一个冬天。院里这些不适合北方室外过冬的植物也得赶紧搬到屋里头去了。几块大石头垒个灶台容易吗？并不容易哦，因为它的大小不一样，表面也不平整，所以我们尝试了很多次，垒完再来，垒完再来，才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状态。是不是有点阿拉伯女人的感觉？昨天我们都捡了5、6桶了，但是远远不够。铺院子要用的小石子儿也是我们在沙滩上一颗一颗捡的差不多大小的，就薄薄的铺了1层，猜捡了多久？4个人整整捡了3天。我爸来之前，几乎每次视频的时候都会问我们，不是快完工了吗？怎么还没完事儿啊？怎么还没完事儿啊？这回来了之后，知道我们的工作量有多大了。我爸在帮我们踢石子儿，他看到我在拍摄，赶紧躲起来了。第2天继续捡，别看沙滩上好像到处都是小石头，实际上捡起来真的挺慢的，因为要捡差不多大小的。1天的话，这样的桶大概也就能捡个3、4桶。院子的面积其实并不大，本来觉得可能1天4个人也就完事儿了，实际呢1大桶倒到那儿，盖不了多大一块儿。现在北方天黑的很早，每天大概5点钟的时候就已经黑了，1天干活的时间很有限。这些贝壳是我们还在建房之前跑手续的时候我捡的一些，那时候每天来到这个小屋也没啥可干的，于是就想着捡点贝壳，就觉得这些贝壳一定能用得上，这就用得上了。这个石头灶台原本是想完全保留它原始的风格的，但是因为之后烧烤表面还是要找平，所以就抹了一层水泥。然后座位我们就是找了几块相对比较平整的大石头块当座位。好啦，来看一下最后改造完成的样子吧。这个小院子现在就是这样的啦。
欢迎来玩哦。我们今天要刨萝卜了，胡萝卜也得刨出来。哇！我每回种的萝卜都不辣，真的可以生吃。我们这萝卜没怎么浇水，肥料是一点肥也没有施。有的长得很大，有的个头小。哟，这个还行。啊，这个大。哦呦！晚上熬萝卜汤。哎呦！哈，萝卜汤。珍珠，吃的啥？发动了不？这俩萝卜巨大，比胳膊都要粗，比胳膊还要长，巨粗。哎呀，大把子了。哎，为个大的。哎，要是没施肥了，长俩不小的。对，是的。哎呀，哎，好。看着没多大点儿呢，还没少扒着萝卜的哈。都是，你看这现在都长起来，全是萝卜了。给你喊123吧，加油啊！明年咱小菜园肯定更好，今年实在是时间不够。明年可以种很多菜，把菜园搞得方方正正的。你看种多花哨啊！哎呦，家还都长棱直溜的是吧？基本棱直溜，偶尔有个可爱的，这个真娇羞。哎呦，又断了一个哟。这个好像是咱刨的最大的一个了，感觉是吧？不是呗？什么大个？哎呦！大图。我去，我都抱不住。哇，一个胳膊那么长，比胳膊真是要粗。一个萝卜吃3顿没有问题。这边还出真的。咱胡萝卜应该一共也就浇了3、4次水。你这个应该冷甜。哎呀，真甜！还你吃哎？胡萝卜咱还不有的是，哎呀，真甜！自己种的真好像比买的好吃。西甜。我叫大家尝尝，真冷甜呀！你呼啦呼啦吐，哎，真甜这小萝卜。我尝了一个。甜吧？甜，真甜，真甜。挺好吃啊。嗯，
咱这胡萝卜没提苗呀，提苗呢，长得更大啥？哎，对，撒上种子都没管。群主，过来过来。你尝一个吧，咱今年的小萝卜真好吃，又脆又甜，是吧？嗯。旁边硬好了，好短。能好出来。哇，长这么长这个底呢，这么硬，它还长得这么长的哈。真争气的胡萝卜，哎呦喂，真好哟！今天真是体验到丰收的喜悦啊，比不花钱得到一大堆菜还开心呢。哇！哎呀！送你一束胡萝卜花花。吓我一跳，给断了嘞！哇！谁能想到没试过肥的菜能长这么好？哎呦，哎呀，真好啊，真棒啊！你看今天咱挑出点大个的来，给咱房东大爷送过去哈。哎，好啊，长了这么多菜，你看这几个大的，这几个，这几个，哎，这几个是长得最好的大萝卜了，这大，把它大，正好这几个大个的呢，给人家都想上肥，不是这个给大的，小的咱吃小的。小点儿，胡萝卜条能匀着的个头就行哈，也嫌大也嫌匀。大家好，昨天我们的萝卜跟胡萝卜大丰收，今天要把这些缨都摘下来做成梅干菜。俺都要吃那梅菜扣油。哎呀，你怪会吃。咱妈在视频里美不美？看看你拍的怎么样？你要撅着咱妈美，你就能找着咱妈美的角度。都你会说。你这会儿都把秧子都摘好了呢。我打算都掰下来，我再摘。这些秧子呢，也弄着都是梅干菜哈。咱都给它掰开，哎，也不熟了，些个呢，还多的。你看这点晒干还没个那点儿，可不少的。多少呢？俺包包俺有手啊，这一大堆，一大堆没多少。面团这它都是有干活快的，有干活慢的，都是那个小个儿家没放这个盘儿的哈。好的。咱小个儿的都留着每天吃一个当水果吃。谁是这些水果啊？那它
么给它吃？那碗挺大的。胡萝卜摘完了，再摘萝卜。再给你一个。你家来拜猪了不？就那就那大，吃的时候再试一试。你这个坑挖的有点吓人，跟那啥似的。下边其实都是沙子哈。对，都是沙子，但是再往底下就有石头了。哦，可以了，都半腿深了，够了。嗯。这坑量大点去了哈，差不多呗。你看那什么，我这里面还好大点，上面点还小点。咱这个坑挖的太大了，其实有一半儿那样的整号是吧？这是忒大了，挖大哟。哪里？要这边有鬼人饭，这个哪里事好知道别人。哎，这个法好。你看他去，哎呀 ，sorry。行了，就这么着吧。大家早上好。总觉得我们餐厅里边很空，但是又不想花大价钱去买装饰了。看看我淘的这几个小玩意儿：19块钱的明信片，55块钱的毛毡板，30块钱的毛毡板，试试105块改造餐厅墙。这个是粘到墙上面的。这一共是80张明信片，可以用这种小钉子钉上，也可以用这种贴儿给粘上。看我们这2颗三角梅，长得好高，是不是？它是从这么大的一个小杆儿长起来的。三角梅在冬天得搬到室内，要不然会冻死的。我就搬回来的太晚了，叶子都给冻落了。这几个小螺壳你捡回来的？不是，俺没事。那嘛捡的？俺都知不道了。这个三角梅等缓过劲儿来之后，我打算放到客房，那么客房就会有一棵花树。然后这一棵呢，就放在这个角落，我会让它的枝沿着这边长。明年夏天的时候，就会垂下来很多三角梅的花针。这个拱形呢，我是打算放在前台的这个小咖啡角的位置，靠边儿一点吧，这样人家在等咖啡的时候，还可以从这儿看明信片。
这个小角落是我最满意的，105块的改造，我觉得挺值。大家早上好呀！我这会儿的心情特别舒畅，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业喽！我下一个视频打算就录一个我们这几个房间的一镜到底，然后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就可以随时预约过来玩了哟。特别期待大家过来之后，我们一起聊一聊天。我已经好久没有跟外面世界的朋友聊过天了，特别期待你来玩哦。院子还有后边这个沙滩上，最后再清扫一遍垃圾。我们前面这个院子非常大，平时大家来赶海的时候，这里会停几十辆车。然后这里原本呢，从这个边儿到这块位置，全部长满了高低的草，然后还有一些大小的石头，还有一些坑。然后我们就把这儿全部土都翻了一遍，然后坑填好，才成为现在的样子，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发现自从我们把上边那一大片院子收拾干净了之后，来赶海的人都不扔垃圾了，这个效果挺好哈。就要感染大家都要爱护环境，不能随地丢垃圾，尤其是海边。但是不得不说，收拾这些海滩真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并且以后还得成为日常了，每天都得搜了一遍。但是我觉得，等我们每天都保持的干净，保持一段时间之后，来赶海的人应该就不好意思丢垃圾了。草多大？月亮都升起来喽！大家好，历经了半年的改造，我们在山东烟台的海边民宿终于要开业喽！今天呢，我就拍一个一镜到底，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院儿到底是什么样的。跟我走。欢迎进来。首先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呢，其实主要是一个小茶室。这个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冬天的时候试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电炕，特别热乎哦，比电褥子和空调的感觉要舒服多了。然后冬天就可以把这个电炕打开，热热乎乎的坐在这边喝着茶，看着海。这个窗口的海景也挺美的不？然后再往这边，这个屋里有很多娱乐的小项目，这是一个飞镖盘，可以玩一下飞镖。然后还可以打麻将，我们家没有人打麻将，所以有人说我这个麻将桌买的有点老了，应该买那种自动的。哎呀，不打麻将的人的确不了解。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沙发，可以在这儿看投影、看电影。再往这边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房间，瞧我们的小院里，这是一个花坛，然后呢这是一个可以收躺的地方，也可以坐在这儿喝茶。然后房子的另外一边墙呢，这边也是一个小花坛。现在光秃秃的，因为北方的冬天就是这样子的，北方的冬天太冷了。但是等到来年春夏秋的时候，它就美了。看一下这个房间，这个房间每天下午的时候超美，看这个光线，可以坐在这儿。喝着茶，看着海。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呢是一个老房子，我本来想把这边做成一个落地窗，可是由于它的结构问题，它最多只能做到这么大的窗，可是也很美哦。然后呢，这有一张沙发，这个沙发花了我9000多块钱，有点肉疼，但是坐着真的超级舒服。然后这个床也是准备了一个真皮床，贵，但是为了让大家住得更舒服一点，一切都值得。
然后这儿呢准备了一个小冰箱，我会放几瓶冷饮，然后是一个烧热水的，也准备了纯净水。这边是卫生间，这是一个带冲浪功能的浴缸，然后智能马桶，这边有洗手台，这边可以吹头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餐厅和另外一个房间，跟我走。这边的大海好美哦。先来我们的餐厅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吧台位置。吧台是我觉得我们这个餐厅里最有氛围感的了。这里有现磨的咖啡，有一些啤酒、果酒、葡萄酒，然后再来看这边。因为北方的冬天实在太冷了，我就把室外过不了冬的花全都搬到餐厅里边来了。这里呢是整个的落地窗，吃着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外面的大海，超美的。再来看一下另外一间客房，这里呢是一个小露台。这个屋子的海景效果真的超美。这儿有一个摇椅，然后准备了一个投影仪，这个屋也是可以看电影的。然后这边有一个我挺喜欢的小沙发。再往这边来看一下洗手间，洗手台，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智能马桶，然后再往这边，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角落。这个浴缸可以边洗澡边看海，然后窗帘我是准备的百叶窗，就是拉下来之后外面是看不到你的，但是你可以边洗着澡边看着海。然后我准备了红酒，还有玫瑰花瓣，还有香薰蜡烛，氛围感满满。我们这片海边一年四季都可以赶海，在这里呢可以挖到蛏子，可以挖到蛤蜊，有各种各样的小螃蟹，还有很多种鱼类。如果你想来海边玩的话，可以购买四季果哦，期待和你见面哦。要是靠收入靠花了。谁吃烤红薯？啊，我，你呢？够不？够。除了夜杀应该可以了。小猫老远我电脑，敢不敢？为啥小猫老远在这电？有没有个葱姜蒜？少放点料酒就行。
没俺照顾了。光打哈去，大哈去那都不是羊肉的事儿。这不一样羊肉是，羊气味儿应该是气味儿。就想羊肉，为啥？下一集得去买来了。奶茶。上来就有好多的糖，来吃啊！都走了。你看，哎呀，留住。咱现在就是天天吃着烤红薯的。我刚才吹气的时候，把我口水让吹出来了。这烤稍微多烤一下好吃。越烤越香。便宜了哈，很像驴肉的咸鸭蛋，慢慢行了啊！再抬了轿车，有血有肥啊，有血有肥啊！各有各的因素。便宜了哈，很像驴肉的咸鸭蛋，没问题。里边呀，这放水洗了可对了。这是啊。那这个棒没熟呀。这个醋味就得找李子来。那么多的人又不要钱，不要钞票，到里面你把菜刀领个包。好嘞。这个菜的，这的这说的。200斤。那咋整啊？来一条鲤鱼，今天咱烤鱼吃啊。芝麻的差价好大呀！我在超市里看，100克10块钱，但是在网上才多少钱？20-30块钱。这是生芝麻熟芝麻？熟芝麻我用这个做馒头吃，肯定的。这个你一定猜不到我买的是啥，它是你不爱吃的，但是是我非常爱吃的。根儿根儿，全是根儿，没有叶儿啊。全是根儿。我想种一些，我看能不能活。种上我就可以永远有新鲜的这根儿吃。鱼香肠儿。对呀。哎呀，久违了这个味道，我的天呐！回到山东我就没有吃过鱼香肠。哎呀，香啊！对联哦，这是咱买的那个扫地机送的对联哎。我不喜欢正经的对联，这种玩意儿还是可以的。你把烫手不？烫的。你这有些古道毛啊。一个小指甲。哦。还直接点个勺把它翻过来。有那个技术水平啊！
哇！那这个辣一点才好吃。越来越沾。走。你想吃早上泡水还是吃啊？泡水啊！你看馒头做成面包的感觉。你讲的凶我呢，我得留下你犯罪的证据。你听。打点芝麻粉儿。我发现咱家面食啊吃的可太快了，这道面这个鸡丁10斤，咱吃了也都有个3、4次呗。再来一根鱼呀。这玩意儿香吧？香。冷好没？冷好没？嗯。我忘了放白糖的，我这会儿加。我这一大碗面发的都快浆出来了。这是黑芝麻粉加面粉再加酵母发出来的。太香了，我都担心做出来还像馒头。弄着嘛，吃嘛。真的比上回吃黑芝麻糊做的要好吃多。嗯。这个放点葡萄干儿哈。俺上回问你要不要放，你说不放。啊，这回又要放的嘛，这不是？是吧？都给弄成切糕似的了吧？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哈。反正你肯定爱吃，因为它很甜，放了糖。只要甜就行。那肯定行。吃开了。你今天放的早，比我放的多了，看着好红啊。倒啥？这个咱小号炒那个签子看了一下，放在上面。中午咱就吃不泡菜了，行吗？行。嘿。太期待了，是吗？是有点那种，有点月子，又有点肥膏。反正不知道吗？哎，没事。你放全吧。他反正肯定有营养。他放南式的还是咱放河南的？我是河南的。可能如果放很多的纯芝麻，不放坚果类的，应该也不难吃，因为这个芝麻挺香的。哪位？大白菜。那白菜好了，还放一点牛肉。我们是。最一开始味儿好了，现在就是发酵了之后的味儿了。放糖放进去以后，再把那个之前的那个。今天风大，我说话得大点声。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些民宿外边的大装饰字儿，还有一些装饰的油漆。但是前2天又开始下雪了，不过下都是小雪，如果下大雪，我肯定拍出来让大家看了。小雪不够好看，还老是刮大风，没法从外面干活，特别冷。今天其实也在刮风，但是跟前2天相比暖和了一点点，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工啦。先是这个院里的外侧墙，一些装饰字儿，一起去贴喽。
不知道能不能粘得紧啊。但是靠它原本的胶更是百搭，这个东西的胶对在室外的墙上我感觉粘不紧。这我们是用的这种胶。美观，美观，真呀真美观。院子靠路的这面墙，在这侧花园里，我一头种了一棵藤本的月季，这个和这儿有一棵是蔷薇，有一棵是佛罗伦蒂娜。我希望它们今年夏天能。我最近买了好多种颜色的漆，还买了一些室外的装饰，把我们这个民宿还有餐厅的外墙装饰一下。今天先刷这两头。今天我们先把这面墙刷出来，今天刷出来之后，明天漆干了就可以往上粘装饰画了。我妈买这个围裙虽然不好看，但是实用，全身都可以罩得住。天哪，穿上立马像一个农村大妞来，本来就农村大妞。刷漆这个活最好由一个人来干，因为一个人刷的比较匀，两个人的话，可能有的人刷的比较深，有的人刷的比较浅。记好了吗？还是等一小会儿。好，这一会儿咱俩一起来吧。我自己来吧，也快。不行。奶黄色好看不？好看。哎，奶黄的。他刚才说想把整个箱子都刷成这个颜色，但其实后面我们还有别的安排，要刷其他的颜色。靠近看一下，是这个颜色。今天还是有风，比较冷，但是竟然有孩子来海边玩，小孩不怕冷了。一会儿刷完漆，就把这些装饰的字画可以贴上了。好了，开始粘吧，已经摆好了。好。这次依然是要用结构胶来加固一下，就单凭它表面的这层胶的话，坚固度不够。可以啊，行。一下就有度假风的感觉了，完美。表面的这种粘不住的凹槽，我们垫上了一块泡沫板，这样高度就够了。你看它这是一个整体，上那边大字找去，它是一个整体。这儿。接盘仪式，看不到是吧？还不好接嘞，这是橘色的字儿，很聊天你。好看吧？精挑细选的。欢迎来这玩，陪你热爱这个世界，哈哈。这里是我们餐厅的正前方。当初因为害怕万一涨大潮的话会淹到餐厅里边去，其实一般不会的，除非有大台风，然后就把下面给架高了。就是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块水泥颜色的地方，就是下边架高的台子，这样的话是不好看的。
然后我今天就打算在上面画一幅简单的画，画上海水，然后画上一条大鲸鱼，不知道我能不能画好看。走。这是之前装修的时候剩下的粉笔，当初也是用来做记号的。今天我也用粉笔先描个边儿。我们第一只鲸的造型就完成了。这只鲸鱼像不像一只小飞机？能感觉到一种欢乐的气氛。画完之后是这样子的，现在这个黄色的线条代表的是波浪。这只小鲸鱼。波浪波浪波浪，另外一只憨厚的大鲸鱼，我觉得画的还不错嘞。开始刷漆，更衣。这里要用到4个颜色：白色、深蓝色，这个颜色漂亮，孔雀蓝，还有灰白色。先把边儿描出来，哇，好激动哦！哇，看着是不是很好玩啊？嗯，也但是俺不想玩。没想叫你玩啊，才不让给你的，俺想玩。刷这个蓝色和这个白色还是比较配的。我开始还没有信心的，我发现刷上之后还是挺好看的。对，行这事儿。是不是？鲸鱼的眼睛不大，要用黑色的漆，但是吧，不值当的买一瓶，所以我自己用墨汁儿和白漆调一个，看能不能调出来。哦，应该可以，可以。我们的鲸鱼画就完工了，好看不？趁着我弟这会儿给我做艾灸，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医的小知识。我本来觉得在内陆的城市里上班的朋友们应该没啥，因为寒湿导致膝盖不舒服的问题，但是还是应该有少部分的朋友会有这方面的苦恼吧。大部分的父母应该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就关节方面的问题，所以跟大家唠一唠。平常咱们家里应该没有啥，就像我弟给我准备的这些艾灸之类的材料。有一些姐妹可能会想到哪里不舒服疼的时候可以用毛巾热敷啊，但是热敷也要分情况。假如是像我这样因为受风受寒导致的疼不得劲儿的话，你要是用热敷的话，热敷本身毛巾上就是有水汽的，而且毛巾热敷的话它的温度也是不恒定的，就不是很合适。如果家里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可以看家里有没有单层的玻璃杯或者是铁盆儿，你就可以在你不舒服的地方铺上一些姜片儿，然后再在这个玻璃杯里或者铁盆里倒上热水，轻轻的来回的这样熨烫也是可以的。
如果家里有艾灸棒的话呢，就可以像我弟这样给我操作一样这样做，就先在腿上铺上姜片也可以，或者是把这个姜剁成碎末敷在你不舒服的地方，然后用艾灸棒这样慢慢的去给它灸。为什么要用这两样东西呢？因为你看腿是由于受风受寒引起的不舒服，这个艾灸棒里的艾叶呢，它是纯阳之草，而这个姜呢，它也是性温。可以解表散寒，那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呢，相当于强强联合，是很适合的。这个艾灸棒不用转动的太快，就是转圈的时候，你的体表感受到了温度，但是又不至于烫得慌，就是可以的。灸多长时间呢？15到20分钟就可以。灸到啥程度呢？灸到你能感受到它这个温度已经渗透到你的肉里了，并且你摸上去它这个表面稍微有点发烫，就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等到你不灸了之后，这股热乎劲儿也是可以持续一小会儿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家里有泡脚包的也可以吃。有泡脚包的呢，适用的面就更广了。无论是你提前预防，或者是已经不舒服了，用来缓解都是行的。好了，就到这儿了，下期见喽，拜拜。这个花架子呢，是要放在这儿，在我们餐厅的侧面入口处的这面墙这里。这些木方得拆下来，也能用得上。做花架子呢，其实并不难，但是会有一点点复杂。不过它们的结构都是一样的，掌握了它的原理之后，就直接开干就行了。我们这个花架子是4层的，看，1层、2层、3层、4层。这个上面呢，可以直接放木板，也可以放木条。因为我们这个是2米多长，所以要多准备几个这样的架子，不然它的承重力可能不太行。如果是做的比较短的话，就直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可以了。我们这些材料真的是极致的利用了，它都算不上是废物利用，它原本是有用的，是用过的，我们把它拆解开，现在已经是2次利用了。这些棍儿呢，其实质量很好，很结实，但是它的长度都不合适，一节节的都得重新锯一下。瞧我们这个架子，原本像这种横条啊，1根就可以了，然后再放上几根竖着的，就挺省事儿。可是因为我们这长度不合适，都得小段一小段这样锯开，要刚好在这个位置让它衔接，然后再给它拼起来，就比较费工。但是东西都用上，省钱。黑子，一般人家做架子的时候，只在这个平面上放上木条，但是呢，这个架子越长它越容易晃，所以我们在这个第1层的中间部分加上了1道条，然后它内部底下能看到吧，又分别加了1根条，这样呢就不容易晃。一会儿后边这儿还要再加上1根横条，那就结实了，就稳当了，要不然就会这样来晃。我摆的还不满意，非得他来摆。你摆的好看吗？看看我们的花架架，好看吧？好看，好看。下期见了，拜拜。屋里边我也打算做一个这样的花架子。我又出来了一个新的小东西，能猜出来是啥哦？这是一个小秋千，在秋千2个扶手的位置都有这么一个小东西，是放水杯的，我觉得还挺贴心耶。在路
这2张休闲桌的旁边，我增加了一个这种悬挂式的花篮儿，到时候花篮里呢可以摆上几盆花，然后就可以在这儿，喝着咖啡，赏着鲜花，看着大海。我们院子的正面，沿着这个房檐的轮廓，要安上一排小彩灯。这2天我们还在院儿前边这个花园里自己垒了一个小石桌，然后呢，到时候可以坐在这个台上，从这儿看着花，看大海。这些小彩灯呢是要放在这间客房的露台上。看一下晚上的效果。在海岸上挂上了一个大风筝，这是一个鲸鱼。之前的时候，我们每个客房放的都是投影，但是在中午光线好的时候，投影会不够清楚，所以还是换成了电视，然后下边配了一个这种可以移动的支架。看看今天的大海，好美哟！除了在餐厅的正面安了2个太阳能灯之外，在餐厅侧面的这个电线杆上又安了一个太阳能灯。从远处看得比较清晰。刚才我说的那个太阳能灯呢，就在这个电线杆的位置上，它可以照到这一大片的位置，然后停车场这儿也能照得到。现在呢，再在入口处的这个电线杆上再照一个，那么通往海边这一条路也都是亮的了。我们的烧烤设备到了，这个是一个烧烤炉，还有一个保鲜柜，终于可以把桌椅摆出来了。海边的风特别多，而且刮的还很大，但是从每年的5月份开始就没什么风了，天也越来越暖和了。餐厅这个角的位置要增加一个监控，它可以照到整片的沙滩。我准备了2个8万瓦的太阳能灯，可以照600平，这个样子的。到时候我就立2根杆，把这个灯放在杆的最上面，台的一侧放一个，然后这边再放一个。这一大片沙滩就可以被照亮，晚上就可以在这儿吃烧烤。遮阳伞也可以摆出来喽。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打算开始做烧烤了，所以将来呢，前面沙滩的这片位置应该是人最多的地方，有监控我就可以放心了。我得试一下这个烧烤机了，今天晚上我们要烤串儿。好了，下期见了，我要试试这个了。今天我们又要废物利用了，这是几块木板，我打算用它做一个牌子。这几天我们不是开始准备做烧烤了嘛，但是我们没有宣传，所以附近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离得很近的这条公路上，每天来往的车辆都很多，所以我们打算用这个板儿，把我们的民宿也写上，烧烤也写上，这样过往的人呢就会知道我们这儿既可以住宿，也可以吃饭。这种板子的表面呢，它是压过一层东西的，是滑溜的。这层东西要给它磨掉，要不然的话，假如用漆来写字的话，那层漆很快就会剥落。这样就都打磨干净了。接下来这一步呢，必须得晚上干，就是写字儿这一步。家里如果有投影仪的话，那就很好办。不管你是想要写什么字儿啊，或者什么图案的话，你就只需要以图片的形式涂放在这个牌子上面，那你就只需要再把边儿描出来就可以了。然后用个这样的小扩张刷，其实毛笔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毛笔那个尖儿呢
比较软，不是那么好写。这种小花章沙最好是直接描边就可以啦，然后里边可以涂成任何你想要的颜色。用这个办法的话呢，听起来似乎就非常简单了，但其实呢，它是一个精细活。哎呀，我的手有点抖，就很费时间，很慢很慢。钉牌子的这根木头是今天去买的，这是一根松木，在这边好像干啥都比较爱吃松木。松木是结实吗？对呀。哦，这一根松木是20块钱，3米长。现在我们到路边来定一下那个广告牌的位置，这就是一条大公路。顺着这个小土路下去就是我们的小屋了，瞧，就在海边那里。然后这个牌子呢，我们是打算放在这个土路下坡一小块，大概这个位置，这样来往的车辆就都能看得到了。顺道跟大家介绍一下，看那个小池塘，那个池塘一年四季的水都不会枯竭。我就在这个池塘的边上看到过很多珍稀的鸟类。那种鸟瘦瘦高高的，腿也特别细长，脖子也很细长，然后嘴也特别长。还有这两边的田地里有很多的野生动物，比如野鸽子啦、野兔子啦、野鸡啦，还有一些小黄鼬，就是俗称的黄鼠狼。这黄鼠狼跟小猫似的，差不多大小，但是它们胆子很小，如果看到人，它就会迅速的逃到这两边的地里头。里边有烧烤啊？有，晚上就在海边。刚开的呀？对，刚开的。